上一世我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一直喜欢的林安瑜是老爹战友的女儿。在那天晚上，我借着酒劲犯了错，姐姐林安柔因为妹妹的死变得精神不正常，失踪在了深山里。当年老爹愧疚没照顾好战友遗孤，主动申请去深山守林场，结果遇到了野狼，再也没能回来。老妈也因为受不了一连串打击，没几年便撒手人寰。我怀着愧疚离开了村子，到大城市闯荡，赶上了好时代，奋斗半生，最终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老总。但那件事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多么希望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陈阳，你不是人！瞬间，一股尘封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陈阳的脑海中。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回事？陈阳连忙从床上爬起来，观察这个在梦里出现了无数次的房间。我重生了！你这个混账东西，他才18岁啊！你丢尽了我陈家的脸面！这个男人正是陈阳死去多年的老爹陈元朝。爸，我错了！陈阳扑通一声跪在了陈元朝面前。爸，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林叔，更对不起安瑜，我辜负了你们所有人，我愿意用尽一切办法弥补过错。陈元朝愣了一下，陈阳最可恨的就是死不认错，没想到现在竟然认错了。你现在知道错了，晚了，别给我认错，去九泉之下给你林叔认错。陈元朝举起手就要朝陈阳的脑袋狠狠呼来。陈元朝，你现在只有这一个儿子了。听到动静的母亲刘淑芳直接护在陈阳面前。躲开，今天我非要打死他不可。好，老娘也不活了。陈元朝，来，朝这里打。陈元朝到底不敢伤害老婆，黑着脸走出了房间。刘淑芳转身来到床前。苦命的孩子哟，你这个混账，怎么就不能像你哥那样懂事啊？他看到老妈正俯下身轻声安慰着林安瑜，上一世老妈也是这样安慰林安瑜，当时的自己却跑到邻村躲了半个月，等回来时林安瑜的头七都过完了。陈阳也出了房间，果断走到陈元朝面前，再次扑通跪下。陈阳，你特娘的是不是以为跪下来做做样子，这件事就能翻篇？告诉你，没门！爸，我没想做做样子，今天的事我会负责的。负责？人家清清白白一个姑娘，现在毁在了你手上，你拿什么负责？我会娶了她，一辈子对她好。陈元朝愣了愣，没想到自己这个没有责任心的儿子能说出这种话。你娶她？呸！美的你，让她跟你喝西北风。还有安瑜好歹也是城里来的姑娘，我早打听过，娶她至少要200块钱，这钱谁给？那个年代200块钱相当于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我给。你给？你别想当然了，你既然先对不起人家，就要拿出认错的态度。陈阳思考了一下，大步走进房间。滚出去！看到陈阳进来，林安瑜情绪瞬间激动起来。安瑜，对不起，你千万不要想不开，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只要你能消气，我就算把命给你都行。你又进来添什么了？林安瑜的情绪刚刚稳定下来，刘淑芳不明白儿子为什么突然进来。安瑜，是阿姨没教育好陈阳，阿姨知道你受了委屈，只要你能出气，随便你怎么都行，不行就让阿姨赔你一条命好不好？林安瑜没有回应，只是一直在抽泣。阿姨，我不要你的命。听到林安瑜的话，刘淑芳突然一震。安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要陈阳的命吗？我谁的命也不要。陈阳听到这话，心中咯噔一下。安瑜，你可别想不开啊！门外的陈元朝提着柴刀走进了房间。安瑜，是我陈家对不起你，叔叔现在就为你讨回公道。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老爹就这么着急送我归西，这特么的，难道真要脚底抹油开溜不可？陈元朝，你想干什么？把刀放下！眼看再不制止，陈家真要闹出人命。林安瑜念及陈家这段日子对自己的照顾，叔叔放过陈阳吧，叔叔让陈阳出去吧，我不想再看到他。安瑜，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这句话，陈阳出自真心，既有对前世几十年的愧疚，也有对林安瑜纠葛的感情。娶我，我凭什么要嫁给你？我保证，我会尽快凑齐200元的彩礼，明媒正娶，让所有人知道你是我陈阳风风光光娶过门的。陈阳表情严肃，有一瞬间，林安瑜神情都恍惚了。我凭什么相信你？给我1个星期时间，1个星期之内我必定凑够200块钱。如果我办不到，不用你们任何人动手，我自己找个悬崖跳下去，绝不连累你们。儿子，你疯了！老爹老妈都觉得陈阳在说胡话。我不需要你这种吹牛的承诺，你自己好好活着，不要对不起叔叔和阿姨就行。这段话包含了林安瑜最大的善良。你放心，我一定能挣够200块，到时候你可以嫁给我，也可以不嫁，我不强求，但我也有一个条件。你还敢提条件？陈元朝气得直颤抖。我的条件很简单，我如果1个星期挣够200块，你就必须好好活着。你要是愿意，我随时等着你嫁给我，但绝不逼你。陈阳义无反顾转身，在错愕的目光中走出了房间。林安瑜垂下头，不知在想什么。安瑜，我们先出去了，你要不相信陈阳一次？我想等我姐姐回来。刘淑芳听到林安瑜的话，顿时松了一口气。林安柔还有2天才回来，这2天还能再做思想工作。走吧，我们也别打扰安瑜休息了。好，安瑜，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尽管开口。说完，陈元朝和刘淑芳就出了房间。此时的陈阳拿了一个弹弓，朝着后山走去。现在没有猎枪，只能先用弹弓了。打几只野鸡应该不难，若是运气好，说不定还能撞上果子狸。不远处的灌木林突然发出一阵声响。陈阳走近一看，
有3只野鸡，可惜手里就一个弹弓，打了1只肯定会惊动其他的，必须要保证一击必中。他从口袋里拿出了山上很常见的羊奶果，这是野鸡的最爱。陈阳将果子扔进灌木林内，死死盯着灌木林。野鸡观察了一会，朝羊奶果慢慢走去。陈阳瞬间举起弹弓，用力一拉，瞄准领头最肥的那只野鸡，石子飞射而出，精准地打在野鸡的脖子上。后面的2只野鸡吓得噗的一下飞走了。就当陈阳拿起野鸡准备回家的时候，发现旁边还卧着一只野鸟。陈阳一眼就认出这个野鸟的品种，居然是斑鸠。虽说体型不大，身上最多只有半斤肉，但吃了对眼睛好，尤其是对老年人还能安神。不过斑鸠晚上都在树上，这个怎么在这？斑鸠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陈阳有些好奇，走近一看，还真死了。看样子是野鸡刚刚围攻的这只斑鸠。陈阳觉得自己运气真的不错，第一天晚上就碰到了这种意外之财。回到家，陈阳看父母的房间已经熄了灯，应该是睡了。又看向林安瑜的房间，也熄了灯，没有一点动静。陈阳转身进了厨房，忙了好一会，灶台的锅里一锅热气腾腾、香喷喷的野鸡汤已经炖好了。陈阳只想把老爹老妈和林安瑜照顾到位，弥补上一世的遗憾，他并没有喝鸡汤。做完就回到房间准备睡一会。老2口来到院子里，先是朝林安瑜的房间瞅了几眼。要不你就别下地了，这几天好好陪陪安瑜，她性子烈，可别真做出什么傻事来。地里的活你一个人忙得完吗？你都一把年纪了。今天是收红薯的日子，陈元朝一个人下地，估计挖完红薯半条命都要搭进去。咋办嘛？我们家里养了个畜生，我不下地谁下地？陈元朝有几分赌气的意味。儿子在家，你指望他这兔崽子干了那么缺德的事，还能睡得着？哎呀，别说了，我去给你弄点东西吃，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刘淑芳赶紧转移话题，朝着厨房走去。吃，还有什么可吃的？你去看看米缸，哪有粮食了？陈元朝本来存了点粮票，结果被陈阳偷走换成钱，输在了牌桌上。下地干活要紧，下午我换你，赶紧把地里的红薯收了，拿到大队去换粮票，家里已经没粮了。哎，我算过，今年地里的红薯能换800斤粮票，还给供销社老张200斤，剩下的最多够吃半年。半年？你忘了我们去年还寄了20斤鸭苗，鸭子没养出来，今年得还人家鸭苗。我估计剩下的粮票能撑3个月就不错了。今年的陈家算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过几天林安柔回来，恐怕粮票连3个月都撑不到。要不然我去参加护林工作，听说能有补助。你疯了？你没听说山上有野狼，已经死了不少人了，我不准你去。但是什么但是？不许去！刘淑芳气冲冲朝厨房走去。陈元朝见媳妇甩了脸色，也只好不再提。老陈，快来！怎么了？这是哪来的？此刻，一锅冒着香味的鸡汤，热气腾腾出现在眼前。陈元朝瞪大眼睛盯着锅里的鸡肉，眼睛都要掉到汤里去了。这是谁弄的？陈元朝看到地上一根五彩斑斓的羽毛。媳妇，这是山里的野鸡呀！是不是儿子弄来的？要真是那小子炖的鸡，能给我们留下这么多肉吗？虽然嘴上对儿子不屑，但这鸡肉是真香啊！咱们儿子难得懂事一回，吃吧，吃饱了赶紧去干活。哼，来路不明的东西，你不怕吃了闹肚子？他大概相信了，这野鸡是陈阳弄来的。这兔崽子要是真有心悔过，就看他能不能1个星期挣到200块钱。说完，陈元朝转身大步离开厨房。老顽固，这年头面子哪有肚子重要？刘淑芳把馍馍沾了些鸡汤，硬塞给陈元朝。全家上一次吃肉都得追溯到半年前。吃完后，刘淑芳端着鸡汤来到了林安瑜的房间。安瑜，阿姨，什么事？看到林安瑜憔悴的样子，刘淑芳的心里一阵绞痛。安瑜，我给你弄点吃的，趁热吃一些吧。鸡汤的香味在房间里散开，但林安瑜丝毫没有食欲。阿姨，家里不是没有鸡了吗？这你就别管了。刘淑芳知道，如果说这是陈阳弄来的，林安瑜肯定不会接受。来吧，喝一点鸡汤。阿姨，我不饿。安瑜，不要饿着自己，是我们陈家亏欠了你，这辈子就算我们全家做牛做马，也会伺候好你。而且陈阳也说了，他会对你负责的。他拿什么负责？他就是混子，我才18岁，凭什么让他糟蹋了？我这辈子还怎么活？阿姨明白，哭吧，哭出来就好受了。陈阳此时站在门外，听完屋里的对话，转头出了家门。他从家里拿一把镰刀和一把小药锄，去后山，万一碰到了什么草药，就顺手给刨了，还能拿去城里卖钱。很快就发现一丛灌木里又有野鸡的动静，他掏出包谷，如法炮制，抛洒了出去，在树下静静等待野鸡上钩。很快，灌木丛里的野鸡就被包谷力吸引。陈阳立马举起了弹弓，那只野鸡就探出一个脑袋，绝不轻易探出身体。但陈阳历经了2世，别看现在才20岁出头，但心性已经十分沉稳。等野鸡向前一步，把脖子露出来的一瞬间，弹弓打出10一上午的时间，陈阳打到了2只野鸡和1只5、6斤重的野兔。2只野鸡，拿1只给家里炖肉，再拿1只换点米面。单靠这些，1星期赚200块不太够，还得再想办法。他又在林子中割了些野菜，背着背篓朝山下走去。哟，这不是陈阳吗？这是陈家那个游手好闲的小儿子，他撞邪了吧？路过的村民瞧见陈阳从后山下来，背着背篓，都震惊了。村民朝背篓里瞅了一眼，
但陈阳早用野菜盖住了猎物。陈阳，你上山扒了这么多野菜啊，家里没吃的了。村民狐疑地盯着背篓。陈阳，你是不是又偷了家里的东西，输在了牌桌上？没有。七，你骗谁呢？准是被你老爹抽了一顿，不然你会老老实实上山挖野菜啊！哈哈哈，果然瞒不住你。陈阳不想过多解释，打个哈哈应付了过去。回到家，陈阳看了眼锅里的野鸡汤，剩的不多，看样子中午的时候爹妈吃了一些，也不知道林安鱼吃没吃。陈阳转身就在灶台上处理野鸡，不一会儿香气就飘了出来。刘淑芳从林安鱼房间里出来，走进厨房。小兔崽子，你什么时候学会的爆炒？什么又弄来了一只野鸡？在刘淑芳的印象中，自己儿子压根不会做饭。上一世，陈阳发迹后，为了减轻负罪感，转移注意力，除了学枪法和野外技能外，还专门学了一段时间厨艺，堪比4星级酒店大厨。那还有呢？陈阳指了指旁边的背篓，刘淑芳背篓里的野菜，居然还有一只野鸡和野兔。这些是你从山上弄来的，这些山货可不好弄啊。刘淑芳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丈夫和村里几个人上山套野狍子，蹲了3天2夜，连根毛都没见着。你炒的这鸡肉，哦哟，怎么放那么多辣椒？陈阳，你以为你是地主啊？妈，你先出去吧，我明天去镇上买调料。刘淑芳拗不过儿子，撇了撇嘴，转身出了厨房。傍晚，陈元朝也从地里回来了，一进院子就闻到了一股呛鼻的辣椒味。媳妇，今天晚饭吃什么？他在地里挖了一天红薯，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陈元朝疑惑地看着桌上的菜，别看我，是你儿子弄的。他这臭小子又打了一个野鸡，还有这菜，他什么时候学的这手艺？他现在在哪？屋里呢。老两口不知道陈阳想干什么。安鱼呢？还好吧？安鱼不吃不喝，在房间里待了1天了。你说这臭小子干的什么事？把安鱼叫出来，多少让他吃点东西，不能一直饿着。你以为叫得出来？陈元朝走到桌子前坐下，盯着桌子上的鸡肉看了半天，心情很是复杂。媳妇，村里人知不知道昨晚那混账干的好事？还不怪你，昨晚闹出那么大动静，今天就有几个邻居跑来打听我们家昨晚发生了什么事。那你咋说的？我说陈阳输了钱，被你教训了一顿。听到媳妇的话后，陈元朝松了一口气。怎么了？不想领儿子的情？哼，领什么情？老子养他这么大，他就该给老子做这一盘菜。你又不是不知道打山货有多不容易，指不定儿子遭了什么罪，才弄来这一盘野鸡。刘淑芳忽然觉得自己儿子还挺有本事。哼，有些人去年上山喂了几天的蚊子，结果呢？停，打住！陈元朝生怕媳妇把自己的糗事翻出来。行了，这臭小子还算有些本事，能弄来这一桌子菜，再不吃就冷了。陈阳呢？他已经吃过了。陈阳吃完晚饭就回到房间，计划着明天的安排。现在手上有一只野鸡，一只野兔，一只斑鸠，明天早上去镇上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第二天一大早，精气神十足的陈阳就背上背篓，早早的出了家门，走到镇上一家供销社饭店门前。那个年代，这种饭馆都是国营的，消费档次很高。讨饭走远点，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服务员以为陈阳是要饭的，当即要轰人。你好，请问你们收山货吗？什么山货？女服务员看向背篓。哟，是野兔。供销社招待的人都有头有脸，爱吃点野生的东西。我得问问厨房的大师傅，你等我一会。片刻，一个中年人被服务员领了出来。叶师傅，这人带了只野兔，您给瞧瞧。叶师傅看野兔一动不动。死了。对，昨晚上刚打的，还新鲜。人家来吃山货，图的是现杀现吃，死的能一样吗？叶师傅双臂一抱，似乎在合计什么。您看着合适给个价，以后有山货，我保证给你送新鲜的来。你小子说话有板有眼的，看着也挺靠谱。陈阳上市是商业大亨，身上不自然地透着沉稳老道的气场。给他18块。18块。陈阳有些意外，这已经比市场价高出不少。叶师傅以为陈阳嫌价格低了。别嫌价格低，就算是野生的，但都死了，值不了那么多钱。那活的你们给多少？活的5块钱1斤。这只野兔活的能值25块钱。25块钱，快抵上普通工人1个月工资了。8只野兔就是200块钱。陈阳当即有了信心。行，18就18，你认准我，下次我带活的过来。陈阳拿着钱买了一些家里急需的东西，回到家发现老爹坐在院子里，陈阳心里多少有些犯怵。啊，我妈呢？你妈下地干活去了，你去哪里偷鸡摸狗了？刘淑芳说什么都要换着下地收红薯。爸，你仔细看看，这些玩意儿咱们村里有吗？陈阳将东西拿了出来。陈阳，你老实告诉我，这块布哪里来的？是不是偷的？这起码值好几块钱。这些东西都是我用打到的野兔拿到镇上换的。那野兔贼得很，你能打到？但想到儿子带回来的野鸡，陈元朝又有些拿不准了。你真打到兔子了？真的。陈阳从口袋里掏出买的大前门。爸，抽这个。陈元朝愣住了，大前门要4毛钱，都够全家2天的口粮了。你是怎么打到野兔的？陈阳便简单叙述了一遍抓野兔的过程。这样，你把这烟送给老皮家，向他学学狩猎。老皮家是本村一个十分文明的老猎户，他年轻的时候能单枪匹马狩猎熊瞎子，现在老了基本不进山了。
陈阳对老皮家有一些印象。这老头活了100多岁，到千禧年才去世，现在70多。这时候老皮家眼睛已经不太好了。好，我这就去找老皮家问问，但我有更好的东西送他。陈阳将前晚捡到的斑鸠装在袋子里，来到老皮家中。大爷，您在家吗？一条黄毛土狗对着陈阳汪汪叫喊。叶在黄，回来！一个精神奕奕老头打量了陈阳一番。你是陈元朝家的娃娃？是啊，大爷，我来看看您。哟，你从哪里弄来的斑鸠？您怎么知道是斑鸠？嘿嘿，我大半辈子扎在山里，不管什么野物，都能闻出它们的味道。我听说这斑鸠对眼睛好，所以上山抓了，专门给您送来。哟，你能抓到斑鸠，胆识不小啊！进屋说话。你们这些娃娃不惦记山里的东西，就不会想起我这个老头子。但牛心山是老林子，我不建议你往深了走。大爷，我现在就在外围逛。这就好。后面二人又聊到狩猎野兔的事。你小子平时流里流气的，还懂给兔子下套，谁教你的办法？我瞎琢磨的。老皮家起身朝自己屋子走去，没一会拿出几根绳交给陈阳。这几根绳子就送你吧。陈阳细细打量，这是狐狸皮，这你小子都知道。老皮家目光中多了一份欣赏。这是狐狸皮做的套子，无论多贼的野物都插翅难逃。陈阳有点受宠若惊，深深鞠了一躬。看，你小子该有个人样了，争点气，别给你爹丢人了。您放心，我保证会改掉以前的毛病。土狗窜到陈阳脚边，摇着尾巴。瞧，这叶子黄挺喜欢你的啊，咋不顺道把菜籽榨成油呢？陈阳刚从老皮家回来，发现老爹把自己买回来的谷子撵出来了。你傻啊，那玩意炸起来香味重，你不怕被别人知道？说起这个，陈元朝就来气。昨晚上那个爆炒野鸡弄出的香味，还是被邻居王五知道了。王五家里穷，人又好吃懒做，经常跑到陈家蹭吃蹭喝，还要顺带一点回去。那个王五今天又来了。来了？那他知道我们家昨天吃野鸡了？哼，他是这么问的，我哪敢承认啊！重生归来的陈阳绝不可能再纵容王五这个无赖。我去等王五。陈阳转身走到门口等着，没一会，王五果然吊儿郎当的走了过来。大侄子，今天没出去耍？谁他妈是你大侄子？王五见陈阳面容不善，又被你老爹训了吧？来，你让我进去，我帮你说说。说你妈的说，你他妈不就想来白吃白喝吗？趁老子没发火之前，赶紧滚！陈阳很清楚，对付王五这种人得硬气，不能心软。嘿，你个小兔崽子，怎么跟你王叔说话的？赶紧让开，不然我非得跟你爹告状。见王五要往门里硬挤，一把将王五推开。你个小王八蛋，你爹对老子都客客气气的，你敢推老子？陈阳不等王五动手，直接一脚把王五踹翻，二话不说，直接骑在王五身上，抄起拳头就朝王五面门上招呼。陈元朝，你儿子打人，哎呦！陈阳铁了心要把王五收拾到位。你再叫得越大声，我他妈揍得越有劲，让你再敢来我家。王五这才明白，陈阳是动真格的。哎呦，别打了，我马上就走。以后还来不来蹭吃蹭喝了？不来了。也不见一个村民出来劝阻，就连厨房里的老爹都装聋作哑，可想王五有多不招人待见。滚！王五连滚带爬的跑回家了。刚刚门外发生的事，陈元朝心里门清，但父子俩十分默契，谁也不提王五的事。这时，老妈刘淑芳也从地里回来了。臭小子，妈想到个办法，帮你劝劝安于。什么办法？这2天，他除了打猎，就惦记着林安于的事。明天安柔回来了，你去城里接一下。为啥我去接？安柔和安于姐妹俩感情深，讨好了安柔，说不定能让安于接纳你。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吃完，刘淑芳拿着陈阳买回来的新布，来到林安于的房间。林安于坐在床边发呆。这2天，他除了喝水，没吃任何东西。安于，阿姨年纪大了，你帮我量量这料子，够做几件衣服。林安于看到布料，微微一愣。阿姨，这布料好看吧？刘淑芳知道林安于想问什么，于是立马打断。阿姨要是没算错的话，这布料够做咱们5个人的衣服吧？等你姐姐回来，阿姨也给她做一件。阿姨没必要这么费事。不费事，你看看这料子多好。林安于渐渐放开了一些，话也多了。这料子真好看，是吧？陈阳这小子算是懂事了，挣了点钱，要给咱们添置新衣服呢。听到陈阳的名字，林安于微微一颤。安于，你姐姐明天就要回来了吧？那感情好，你们姐妹也很长时间没有聚了。明天我让你叔叔去接安柔。阿姨不用这么麻烦。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你叔叔窝在山里够久了，也该出去透透气了。听到这些话，林安于也不好再推辞。刘淑芳又将热好的鸡汤端了过来。安于，你看你都饿得脱相了，你姐姐回来看见了指定要心疼，快吃些东西吧。林安于或许饿得难受了，又或许是看到老2口的用心，这次他没有再拒绝。陈阳决定今晚上山，用狐狸皮套子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再抓到野兔。奇怪，这一路上山就没撞见一只野鸡。事情出乎了陈阳的意料，他自觉万无一失的陷阱，竟然始终没有动静。突然，一阵嘶嘶的声音在林子里响起，附近有蛇，而且还是毒蛇。陈阳发现那声音是从自己其中的一个狐狸套传来的。只见朦胧的草地上有东西在不停蠕动，看不清是什么，被狐狸套给套住了，正不断挣扎着。
陈阳朝那东西狠狠砍去，这时他才看清自己砍中的竟然是一条银环蛇。野兔没套着，却阴差阳错套了条银环蛇。只不过看到被砍成几截的银环蛇，陈阳又有些心痛。这玩意儿要是活的，比野兔还贵。不过蛇胆应该也能卖个好价钱，应该是因为这附近有蛇出没，导致野兔野鸡都不敢出来活动。等天一亮，陈阳就起床，准备进城去接林安柔。林安柔的火车什么时候到？下午3点。下午3点没有回来的班车得在城里开个旅馆住一晚，第2天才能回来。陈阳紧赶慢赶，终于在中午以前赶到了镇上。他先在镇里找个诊所，把蛇胆卖了。你这是货真价实的银环蛇胆啊！老中医立马掏出了30元，把钱收好，下次有好东西可以再来。陈阳满心欢喜地告别了老中医，就去了火车站。现在的林安柔只有20岁，是位民办教师，不仅专业性强，而且对学生十分负责。3点20，林安柔从火车上走了下来，她并不知道是陈阳来接自己，本来心情多少有些激动的，但看到陈阳后，瞬间冷了几分。我来帮你提吧，这里离车站不远，我还拎得动。他知道林安柔反感曾经的自己，现在没有回镇上的车了，我们恐怕得先找个旅馆住一晚，明天一早回去。林安柔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住旅馆浪费钱不说，还不方便。住旅馆的话，要写2间房，费用我们各自负责自己的。陈阳和林安柔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圈，都没有空余的房间了。算你们运气好，前几天2个工人回了老家，空了2间屋子出来，右边那间就给你们住。请问还有1间房，为什么不能也给我们呀？这间已经住人了，你们2个就将就一晚吧。可是我没有核实你们的身份，就把你们安排住1间房，已经是违反了规定。那您还是别违反规定了。你怎么不知好歹呢？你一个姑娘家的，难道想睡大街上？这房间给你们打了折，1晚上5毛，交钱吧。再加1床被子，要打1个地铺。行，多付1毛钱就行。陈阳交了6毛钱的房费，抱着1床被子回到院子里，发现林安柔还处在门口，表情纠结。你坐了这么久的火车，先去洗把脸吧。林安柔觉察到陈阳和以往有些不一样了。洗漱完的林安柔刚走到门口，忽然听到左边那间房里传来了哭声。孩儿他爸，这病得治啊！你要是走了，我们娘俩可咋办呐？怪我啊，得了这肺病，花光了钱也治不好，是我拖累了你们娘俩。要不娃就不读书了，先把你的病再治一治，医生都说了有希望。咱们一辈子不认识几个字，就指望娃读了书有出息，咋能让娃不读书啊？可是你怎么办？爸爸妈妈别哭了，我不读书了，我要爸爸好起来。等回了牛家镇，我们再想办法凑钱。屋外的林安柔听到牛家镇3个字，身体微微一颤。牛家镇正是他回来教书的镇子，这个孩子以后会是自己学生。林安柔再也把持不住了，他走到门口，轻轻敲响了房门。谁？有什么事吗？我是老师。男人连忙请林安柔进屋。这位老师，你有什么事吗？林安柔先是做了下自我介绍，然后将目光落在了床边坐着的一个男孩身上。小男孩大概7、8岁，模样精明，一看就是读书的料。孩子是一定要有书读的，学费的事你们不用担心，我会替你们先垫着。刘家镇小学的学费是4元钱，林安柔每月几块钱的工资，日常开销下来也剩不下多少钱。他摸出了省吃俭用攒下的2元钱。林老师，谢谢你，学费我们再想想办法吧。还能想啥办法？女人在旁边红了眼眶，小孩天真的看向林安柔，她的眼神让林安柔心里很不是滋味。你们等我去筹钱。陈阳看林安柔拿了条丝巾，急匆匆地出了房间。林安柔来到服装专柜面前，询问售货员丝巾能值多少钱。姑娘，我劝你一句，投机倒把的事做不得，你再不走，我可要喊人了。林安柔没有解释，转身就出了百货大楼。要想卖了丝巾，恐怕只能找私人碰碰运气，卖个2元钱应该不成问题。有个年轻人看到林安柔年轻又漂亮，于是走了过来。姑娘，在等对象吗？林安柔不太愿意搭理这个不正经的年轻人。哟，好漂亮的丝巾，你要吗？2块钱卖给你。什么？年轻人愣了愣，显然没想到林安柔会这么说。要啊？怎么不要？这条丝巾多好看啊！2块钱值。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呦，出门着急忘了带钱包，要不你跟我上我家去取钱。林安柔一听，果断扭头，不再搭理他。姑娘，2块钱，我还能骗你不成？你去取钱，我在这里等你。哎呦，姑奶奶，实话跟你说吧，我买你的丝巾是想送给我妈，我妈瘫痪在床，我这想尽一份孝心，但又不知道我妈喜不喜欢你这条丝巾。你说的是真的？你可以打听一下，我就住在东横小巷14号，我要是骗你，天打5雷轰。我在门口等你，你母亲要是不喜欢丝巾，你把丝巾还给我就行。行，你说了算。林安柔跟着年轻人来到一个偏僻的巷子，顿时有些后悔。你家在哪？到了，那就是我家。你把丝巾拿去给你母亲看吧，我在这里等你。好。年轻人突然一只手死死抓住林安柔的手腕，想把林安柔拖进窝棚。放开我，救命啊！叫也没用，这里住的都是些老头老太婆，没人能救得了你。林安柔脸色惨白，只后悔自己大意心软，不该来这里。陈阳庆幸自己刚才留了心眼，
跟着林安柔出了门，3步并作2步冲了过来，重重踹向年轻人。他妈的，找死！哎呦！林安柔从惊恐中回过神，看到救自己的人竟然是陈阳。别打了，把他送到派出所去吧。林安柔怕把人打坏，连忙劝说。陈阳和林安柔录完口供出来，天都已经黑了。能不能告诉我，你为啥着急卖那条丝巾？安柔便将旅馆那对夫妻的事讲给了陈阳。就为了2块钱，你就跟着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去他家里？就为了2块钱？陈阳，2块钱很少吗？林安柔发现陈阳还是没变，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明天一早你先回去，我得把丝巾卖了，给那孩子把学费凑齐了再回。回到院子后，陈阳走出房间，敲了敲旁边的门。你是？我是隔壁的林老师，让我给你们儿子送学费。说完，陈阳掏出5元钱塞到男人手中。说实话，他有些肉疼。这5块钱是存给林安瑜的彩礼钱。学费够了吧？好好治病，以后有钱了再还给林老师。好，谢谢您。不用谢我，谢林老师就行。陈阳连忙转身离开。哎呦，是你啊，正好我找你呢。负责人立马拦住陈阳。你们不是想多租1间房吗？正好空出了1间，你看看要不要补钱？我算你便宜一些。当然要。陈阳正愁晚上和林安柔睡在一个房间有点尴尬，他让负责人告诉下林安柔。此时林安柔那边房门打开，夫妻俩跪正在门口。林老师，谢谢你。林安柔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在这对夫妻的哭诉中，林安柔这才知道，原来陈阳以他的名义给了夫妻俩5块钱。天哪，陈阳哪里来的这么多钱？第2天他见到陈阳就冷着脸。陈阳，2年不见，你长本事了。以前我只知道你好吃懒做，不干正事，没想到你还偷摸拐骗。你对得起你父母和你死去的大哥吗？陈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被林安柔从头到脚训了个遍。安柔，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你自己做了什么？你难道不清楚？陈阳也有些心虚了，他以为林安柔已经知道了林安瑜的事。林安柔还没回到牛家湾，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毕竟这个年代，公共电话都是稀罕物。陈阳想不明白，装，继续装。陈阳，你的所作所为真的让人寒心。不是，安柔，死刑犯枪毙前还得先宣判，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总得先说一声，让我死得明白好吧？好，那我问你，你身上5块钱是怎么来的？你别跟我说是你挣的。陈阳明白了林安柔生气的原因，瞬间松了一口气。安柔，这钱真是我挣的。你以为我会信？你不信的话，回去以后问问我爹妈和你妹妹就知道了。咱们先去工房榨点菜籽油。留下这句话，陈阳一脸坦然朝着汽车站方向走去。到达工房，陈阳打听了一下，10斤菜籽可以榨4斤油。4斤油省着吃也够一家人用1个月。这把一旁的林安柔看得一愣一愣，她不敢相信这是陈阳会说出来的话。你在嘀咕什么呢？没什么。陈阳看到了街边的一个摊位，便走了过去。陈阳将刚刚买回来的东西递到林安柔面前。我看你一早上没吃东西，又坐了这么久的车，吃点垫垫肚子吧。林安柔有些错愕。你倒是变了很多。重生后的陈阳言行举止变得坦然从容，自信沉脸，这都是以往林安柔从未见过的。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没。林安柔自觉失态，难为情地撇开视线，两人没有再说话，气氛有些尴尬。陈阳，你谈对象了吗？但这一开口，他就后悔了。没有。那你有心仪的姑娘吗？陈阳本想把林安瑜的名字说出来，但他还没探明林安柔的态度。我知道我以前是个混蛋，但我想改变自己，重新开始做个好人。你的确很混蛋，但也算不上坏吧。无论我做过什么错事，我现在是真心想弥补以前的错误。我希望你给我一次让我弥补的机会。陈阳，你不必这样，你能浪子回头就行。再说你也就懒散了一些，不算什么大的错事。是吗？那什么样的错才算大错？林安柔听到陈阳的话，心里咯噔了一下。陈阳，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犯了什么事？陈阳没有回答林安柔的话。时间不早了，我们快回去吧。陈阳进门就看到老妈刘淑芳在院子里。哟，安柔回来了。阿姨，我回来了。两姐妹靠着陈家二老拉扯长大，已经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父母。阿姨，我这2年可想你们了，一直就盼着能回来看看你们。我和你叔叔也是，还有你妹妹也想着你呢。阿姨，你和叔叔身体还好吗？好着呢。刘淑芳红了眼睛，瞥了瞥旁边的陈阳，欲言又止。安柔，你妹妹在屋里，你去看看她吧。陈阳在旁边提醒了一句。阿姨，那我先去看看安瑜了。好，去吧。他走到林安瑜房间。妹妹。林安瑜嘴角扯起一抹牵强的笑容。姐姐，你回来啦，一路赶回来，可累吧？是挺累的。林安柔见到始终坐着的林安瑜，觉察到了一丝异样，先是扫视了一眼房间，然后仔细打量林安瑜的神态，见林安瑜脸色憔悴，眼眶微微泛青。妹妹，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了吗？没什么事啊。林安瑜一开口，才发觉自己声音有些沙哑。林安瑜天性活泼，平日里绝不会待在房间里闷不出声，何况今天自己回来都没来院子迎接自己，又联想到陈阳一路回来的异常反应。妹妹，是不是陈阳欺负你了？林安瑜眼中闪过一丝惶恐。林安柔顺势坐到了林安瑜身边。没有，如果他欺负我的话，叔叔阿姨肯定不会放过他的。林安瑜想起陈元朝拿刀砍陈阳的一幕，心中还尚有余悸。我这次回来发现陈阳变了好多，他身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哪里变了？
他这次变化好大，处事沉稳，不再油头滑脑的，而且还把心思放在了家里的开销上，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是吗？是啊，他还干了一件让我特别吃惊的事。他干了什么？林安柔便把在旅馆借钱的事情讲了一遍。他真的这么干了？就连林安瑜听得也是不可思议。我还能骗你不成？你知不知道他那些钱是哪里来的？应该是他上山打猎赚的吧。上山打猎，他有这个本事？其实最开始我也不信，但他这几天的确带回了不少猎物，有野鸡、兔子什么的。他对于陈阳的认知在这一刻又悄然发生了改观。说了这么多陈阳的事，现在说说你吧，你到底遇到了什么伤心事？你可不许瞒我。姐姐，我真的没事。妈，你说安瑜会不会告诉安柔？虽然已经做好了面对暴风雨的准备，但陈阳仍然有种等待死刑宣判的感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等会儿安柔出来，免不了对你发火，但你必须老老实实受着，毕竟女儿家的清白比命重要。妈，放心吧，我一定心甘情愿接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他们并不知道，此刻林安柔和林安瑜打开了话匣子，聊到了以往的经历，并没有再提关于陈阳的事。轻微的笑声从房间内传出来。安瑜到底是个善良的孩子。虽然风暴暂时没有刮起，可陈阳想要努力的心已经躁动起来。打猎，趁着天没黑。陈阳准备上山，先把狐狸套下好。林安柔来到厨房，阿姨，这哪里来的鸡肉呀？陈阳前2天在山上打的，你看看多肥呀！他那一晚上就打了2只野鸡呢，打猎的本事可比他爹厉害多了。这小子炒菜的手艺也厉害，那天他炒的鸡肉，你陈叔到现在都惦记着呢。他还会炒菜。林安柔印象中，以前的陈阳压根就不会进厨房。陈阳上山布置好狐狸套就回家了。到家时，老爹已经从地里回来了，林安瑜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我不饿了，你们吃，我就先回房间休息了。林安柔本就察觉到饭桌的气氛有些古怪，又看到陈阳竟然都不上桌吃饭。叔叔阿姨，陈阳这是怎么了？总感觉怪怪的。这话问出来的时候，林安瑜微微颤了一下。这兔崽子3天2头不让人省心，安柔你就别管他了，吃饭吧。对，吃饭。今天是值得高兴的日子，来动筷子。晚上，林安柔来到林安瑜房间。妹妹，我还是觉得陈阳怪怪的，叔叔阿姨也是，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一样。姐姐，我有些困了。行，那就睡了吧。第2天一大早，陈阳直奔后山，看到2个狐狸套，死死套住了2只野兔，第3个套子只沾了些绒毛。难道是野兔逃走了？那2只野兔加起来应该快11斤了吧，也就是能卖55块钱。陈阳心情又美妙起来。这时，他忽然看到狐狸皮绳旁边的草地上有一滩黄色的不明液体，一股臭味差点把陈阳熏晕过去。上集说到，林安柔察觉妹妹不对劲，追问是不是陈阳欺负了她。林安瑜慌忙否认，却在听姐姐讲起陈阳变沉稳，还帮人垫学费后，对他的认知悄悄松动。晚饭时，陈阳回避上桌，林安柔盯着古怪的气氛直犯嘀咕。他将那几撮绒毛收好，准备回去找猎户老皮家问。刚一进院子，就看到林安柔和林安瑜坐在院子里聊天。林安瑜脸上的阴霾也少了一些。阿姨说你上山打猎去了，我还不信，让我看看你打猎到了什么。以前林安柔很少主动和陈阳说话。林安瑜本来是扭过头的，但听到姐姐的呼声，也好奇地看了过来。陈阳，今天吃兔子吗？这2只兔子可不能吃，我得拿到镇上去卖钱。能卖多少钱？2只兔子大概10来斤，应该能卖50块钱左右。林安柔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哦，难怪你那天能掏出5块钱给那对夫妻。你现在才相信我？要眼尖为实，你挣这么多钱打算干什么？林安柔害怕陈阳用这些钱鬼混。放心吧，我挣这些钱不会乱花，要花也只花在刀口上。林安瑜听出陈阳话里的意思，你好像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中午，陈阳和刘淑芳还有林家2姐妹4人吃了个午饭。下午，陈阳来到了牛家镇的供销社饭店。放下来，打开让我看看，死的活的？活的，很精神吧？还行。叶师傅让徒弟称重。师傅，11斤。让前台给他55块。除了野兔，你可以再搞点其他野味来，只要不是犯法的，我们饭店也要。好嘞。怀揣巨款的陈阳来到老皮家的家。大爷，我来看看你。老皮家扯来2张凳子，陈阳猛夸狐狸套的威力，令老皮家很受用。这都是些小儿科，打野兔算不得本事。等你以后有机会遇到一些稀罕货，那才叫有意思。大爷，怎么个有意思法？嘿，这就说来话长了。老皮家滔滔不绝，跟陈阳讲了很多对付野物的技巧。对了，大爷，今早我在山上发现了一些毛发，劳烦你帮我认认，这是什么动物？陈阳掏出了那几撮的绒毛，老皮家接过这几撮毛，放在鼻子面前嗅了嗅，眼珠子瞬间就亮了起来。这玩意儿你都遇到了？这是什么动物？你小子运气不赖，连花鼠狸都撞见了。花鼠狸这玩意儿很稀罕吗？值不值钱？这花鼠狸本身不算值钱，但它能分泌一种灵猫香，这玩意卖给药铺2钱就能卖个上百块。陈阳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将经过讲给了老皮家听。这花鼠狸可比狐狸还狡猾，狐狸套自然对付不了，
那我该怎么办？要逮到他需要很大的运气。你当时还有没有发现花树梨留下的其他什么痕迹？大爷您别提了，当时我收狐狸套的时候，差点摸到这畜生的尿，那味道臭得我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你这小子还嫌臭？你不知道，好多猎人巴不得碰到呢。你闻到的不是花鼠狸的尿，是他遇到危险时分泌的一种臭液，靠这个才能找到花鼠狸。真的？不过这畜生比狐狸还狡猾，没那么容易抓得到。这时叶儿黄跑到陈阳脚边坐下。嘿，这狗东西，你小子就适合当猎户。老子养的狗还从没对外人这么亲过。是吗？行了，就它了。什么？我是说把我的狗借给你，帮你去找花鼠狸。它是我养的这一批狗仔中最机灵的一只，一定能帮到你。大爷，你对我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谢就免了，这条狗只是借给你，不是送给你。找到了灵猫箱以后，一定要给我还回来。老猎户对猎犬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放心，我一定会把叶儿黄完完整整给你带回来。我看好你小子，别让我失望。回去路上，陈阳爱不释手地抱着叶儿黄，叶儿黄十分乖巧地躺在陈阳怀里。我说你这小兔崽子，从哪里抱了条狗回来？狗东西，没吃饭吧？刘淑芳问话的时候，却是看着陈阳在问，弄得陈阳一时没分清，是在问他，还是在问叶儿黄？愣着干嘛？赶紧进屋吃饭，我们都吃过了，还给你留了一些。陈阳这才确定，老妈是在叫他吃饭。陈阳带2只活野兔去供销社，11斤卖了55。林安柔姐妹总算信了，他是真在挣钱。老皮家把最机灵的猎犬叶儿黄借给他抓捕花鼠狸，离200块彩礼的约定只剩2天。叶儿黄很懂规矩，待在院子里，没有陈阳的允许，绝不会进入屋内。陈元朝和刘淑芳路过的时候，叶儿黄嗅了嗅2人的裤脚，这狗怎么看着眼熟呢？像老皮家里的。陈阳睡醒后，就听到院子里响起叶儿黄的叫声，走出房间，看到林安柔正在和叶儿黄玩。安于呢？他还要睡一会，昨天睡得晚。叶儿黄看到陈阳后，立马跑到陈阳脚边。听阿姨说，你捡了条小狗回来，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爱心啊？我妈弄错了，这不是我捡的狗，它有主人，我只是帮人喂养几天。哦，这条狗叫什么名字？它叫叶儿黄。你很喜欢狗吗？陈阳的记忆中，关于林安柔的印象很少，几乎都没了解过林安柔的爱好。算是喜欢吧，这小狗挺可爱的。我一会得带它出门一趟。你是不是要带它上山打猎？林安柔见陈阳背起了背篓，立马明白了叶儿黄的真正用途。对，叶儿黄是一只猎犬，我需要它帮我。你小心一些，后山乱糟糟的，别让叶黄受伤了。放心吧。陈阳朝院子外走去。你也小心一些，别受伤了。好。这是林安柔对陈阳第一次的关心，让陈阳意外。陈阳带着叶儿黄来到了上次收狐狸套的地方，嗅觉敏锐的叶儿黄已经发现了那滩恶臭的液体。带我去找花鼠狸。叶儿黄将鼻子凑到地面仔细嗅了一会儿，然后顺着往一旁的草丛嗅了过去。陈阳也立马跟了过去，他时不时回头看着陈阳，显得十分兴奋。叶儿黄应该是找到了那只花鼠狸。他看到斜坡下有一条隐秘的缝隙，被一些杂草掩盖，看起来像是花鼠狸的洞穴。去抓只老鼠回来。他试探性的命令道。叶儿黄像听懂了一样，掉头就跑走了。不一会就把一只老鼠叼到陈阳面前放下。好样的。然后他将那只老鼠作为诱饵，吸引花鼠狸，然后立马远离了这个地方。还有2天就到了约定给林安于200块的日子。下山的时候，他特意走得很慢，想看看能不能再抓只野鸡回去。当经过陈阳第一次打到野鸡的灌木丛时，忽然听到熟悉的动静，叶儿黄像闪电一样嗖地窜入灌木丛。这电光火石间，叶儿黄后腿一蹬，一口咬住野鸡。陈阳看得呆了，而那只野鸡则一动不动趴在地上。叶儿黄冲着陈阳摇尾巴，似邀功一样，汪汪叫着。你真厉害啊！下山路上一边走一边琢磨着，以后我也弄一条厉害的猎犬，又或者直接点，让老皮家把叶儿黄送给我。陈老二，走路看着点啊，埋着脑袋在想什么呢？陈阳抬头一看，是村里一个上了岁数的妇女，有些眼熟，一时没想起对方是谁。陈老二，你是从山上下来的啊？我妈让我上山弄点野菜回来。哟，你能听你妈的话？妇女撇了撇嘴，陈阳也不解释什么。那妇女盯着陈阳的背篓，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陈阳回到家的时候，林安柔和林安于并排坐在院子里。林安柔看到刚想起身，却被林安于扯住了衣角。我肚子疼，那我扶你回屋休息会。林安柔没有多想，扶着林安于回到房间。陈阳则放下背篓，将野鸡拎进厨房。林安柔这时走进了厨房。陈阳，不错嘛，又打到了一只鸡。林安柔对陈阳已经刮目相看。陈阳抬头看了眼林安柔，并没有回应。他明白林安柔还不知道发生在林安于身上的事，所以他对自己态度才会转暖。林安柔见陈阳不答话，脸上反而洋溢起了浅浅笑容。陈阳，你现在变化真的好大呀。安柔，你什么时候回镇上的学校？明天。怎么了？听到林安柔明天就要回去，陈阳莫名的松了一口气。林安柔盯着陈阳，刚刚他将林安于扶到房间后，妹妹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姐姐，我要不要嫁人啊？林安柔仍然很诧异，妹妹为什么会问出这种问题。林安于却只说是随便问问。林安柔已然察觉到异样。这2天，林安于似乎在刻意回避陈阳，而陈阳也对林安于保持着距离。
陈阳，你和安于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陈阳一顿，考虑要不要说出实情。这时，叶儿黄一颠一颠地跑进了厨房，盯着林安柔。讨厌鬼，是不是肚子饿了？叶儿黄冲林安柔叫了一声。弄完了鸡，赶紧给叶儿黄弄点吃的。林安柔对陈阳交代了一句后，便出了厨房。傍晚，陈元朝和刘淑芳也从地里回来了，二人脸色凝重。妈，你们这是怎么了？今天村长来找你爹，说是响应国家号召，让你爹去后山守林场。听到这话，陈阳愣住了。上一世，老爹就是因为在后山当护林员，结果被野狼给开膛破肚。我爸同意了吗？他还在考虑呢。不过你爹是个脸皮薄的人，估计村长再来劝几次，他就答应了。晚饭的时候，陈阳特意挨着陈元朝坐。爸，听妈说，村长让你当护林员。听到这话，林安柔和林安瑜都诧异地看向陈元朝。对，叔，要不你就别进山了吧，我听说山里面很危险的。林安柔试探着劝了一嘴，林安瑜也想开口说什么。爸，你都一大把年纪了，就在家里和妈一起种地呗，护林员让其他人去干。就是你都半截入土的人了，何必往山里折腾呢？护林员1个月拿12块钱，好多人想当还当不了呢。1个月12块钱对陈家来说不是小数目。林安柔在镇上当老师，1个月也才5块钱。爸，村里大概什么时候派人去后山守灵？今年入秋以后吧。入秋也就是9月之后，还有小半年时间。爸，要不等9月份我替你去当护林员吧？不行，你以为护林员是什么好工作？多危险啊！万一你有个3长2短，可怎么办？妈，您先别激动。阿姨，您先消消气。陈阳，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别添乱了？陈阳顿时哭笑不得。护林员的工作能名正言顺在别人眼皮底下，依靠牛心山发家致富的途径。爸妈，我都这么大了，一直没有个正经工作，我也不想被村里人一直说闲话。哼，村里人说你的闲话还少了，现在才知道干正经事，家里的几亩地还不够让你干的。陈元朝皱着眉盯着陈阳，觉得这小子在打其他算盘。这事还有半年才定得下来，时间还早着呢，到时候再说。陈元朝什么意思？你真打算让儿子去？我都说了，到时候再说。护林员又不止1个人，山上也没那么危险。那也不行。刘淑芳狠狠瞪了一眼陈元朝和陈阳。明天林安柔就要回镇子上了，刘淑芳不时叮嘱林安柔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关于护林员的话题就这么消停了下来。吃完饭后，陈阳惦记后山上花鼠狸的陷阱，于是准备上山。大晚上的，注意安全。陈阳答应一声，转头出了院子。叶儿黄在前面带路，顺利找到了花鼠狸的陷阱。陈阳借着月光观察着陷阱，等了好一会，隐约看到有一团黑色的影子。陈阳摸出弹弓，瞄着那黑影。黑影闻到了陷阱中的老鼠气息，慢慢钻入狐狸套中。黑影得手后，立马就要叼着老鼠撤退。突然，叶儿黄朝黑影扑去，黑影吓得整个身体都钻入了陷阱。叶儿黄，好样的！黑影不断扑腾四肢，陈阳这才借着夜色开始打量着黑影的模样。网兜中的黑影身形像猫又像狸，这难道就是花鼠狸？忽然又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恶臭味。特么的，肯定就是你！陈阳按老皮家教的办法开始取灵猫香，经过一阵倒腾，最终取到了2毫克左右的灵猫香，装入一个小葫芦中。按照老皮家的说法，这些就能卖100块，再加上之前卖野兔赚到的85块钱，差不多就快凑够200块了。见取不出更多的灵猫香，陈阳最终决定将花鼠狸放掉。等来到布置的狐狸套陷阱，看到又网住了一只野兔，有3、4斤的样子。把这只野兔卖掉，就能凑够200块钱了。回到屋里，刚躺下没多久，门突然被敲响。别睡了，今天安柔要走，你赶紧起来去送送人家。陈阳答应了一声，走到院子里等着。叶儿黄见陈阳在吃东西，立马蹲在脚边，眼巴巴望着。陈阳将馍馍扔到地上，这玩意儿你也吃？这么好的白面馍馍你喂狗，你倒是会心疼狗。妈，这叶儿黄是咱们家的功臣，得对他好点。哟，还功臣？不过这狗确实比有些人省心，至少不会说风话气老娘。刘淑芳翻了个白眼，她知道老妈肯定对自己想当护林员的事耿耿于怀。院子里，林安柔抱着林安瑜，两人低声说着什么，不一会儿就红了眼眶。走吧，时间不早了。安瑜，好好照顾好自己，等有了名额，我通知你来参加教师资格考试。陈阳愣了愣，但也不意外，毕竟这个年代对于教师的文化水平要求并不高，而像林安瑜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如果运气好，还能去县城里教书。阿姨，安瑜，那我先走了。姐姐路上注意安全。中午，陈阳和林安柔走到了牛家镇小学，就送到这里吧。那行。你要去卖野兔吗？林安柔指了指陈阳后背的背篓。对。陈阳，你真的变了很多，请继续保持。好的，安柔，有空的话我会来看你。好。陈阳走在去供销社的路上，回忆起这几天，能感受到林安柔对他的印象已经大为改善。到了饭店，叶师傅觉得这兔子太小，但还是给了陈阳15元钱。又在镇上找了几个诊所，他们看到灵猫香，纷纷露出羡慕的表情，却都不敢收，只因镇上的诊所很难拿出100块钱的现金。陈阳想到了上次卖蛇胆的诊所，但那个诊所在省城，要去省城只能坐早上和中午的公交，要想进城，只能等明天赶早了。小伙子，你要进城？这时，
一个看病的中年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此人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看起来像是机关单位的人。本来打算今天进城的，但已经没车了，只能明天再进城了。这不巧了吗？我等下要回去，正好有车，捎你一程，如何？这怎么好意思啊？陈阳心中暗暗吃惊，在70年代末，能配上专车的机关单位人员，级别非同小可。鄙人姓薛，名卫东，是滨阳市机械厂厂长，腰疼的毛病犯了，就在这里贴了一副膏药。我也是无意中听到你要进城卖什么灵什么香的，看起来比较急，所以才问问你。那个年代的机械厂地位举足轻重，能当厂长的人更是级别高到吓人。陈阳得知薛卫东的身份后，立马伸手要与其握手。薛厂长您好。薛卫东有些意外，他从陈阳的穿着判断出其大概率是村里来的，从未见过哪个农民敢主动跟自己握手。陈阳表现出的大方自然，让薛卫东刮目相看。小同志怎么称呼啊？我叫陈阳，薛厂长叫我小陈吧。陈阳，那小陈同志，我们走吧。那就麻烦薛厂长了。这时，街边站着的一个年轻人立马跑向薛卫东。厂长，这位是？年轻人看了眼陈阳。哦，这位是附近乡里的青年才俊。薛卫东并没有过多介绍陈阳。小刘，把车开过来吧。薛卫东十分健谈，和陈阳东聊西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灵猫箱的事。这东西竟然能卖100多块，小陈，你是从哪里弄到这种东西的？陈阳将打猎到花鼠狸的经过讲给了薛卫东听。你会打猎？薛卫东语气突然兴奋了起来。您也喜欢打猎吗？我出生在岭南，小时候就跟我爸在山上猎鸟、猎獾子什么的。薛卫东给陈阳讲了很多自己狩猎的过往。车驶入了省城。小陈，有空来找我喝茶。好嘞，薛厂长。陈阳将薛卫东办公室电话的纸条收下，来到了上次的那家中医诊所。小伙子，又是来卖药材的？是啊。陈阳掏出灵猫香，老中医接过小葫芦一闻，当即眼前一亮。灵猫香，好东西啊！这一共有多少？2000。老中医脸色瞬间僵硬了一下。小伙子，我销售不起啊，按市场价，我该给你至少100元，可惜我这里没那么多钱。老先生，您没开玩笑？我确实买不起，灵猫香可遇不可求，今天实在没准备这么多钱。陈阳有些郁闷，看你的样子是着急出手灵猫香。对，难得来一趟省城，想今天就卖掉。这样，你现在去城西一个叫龙德堂的药铺，找一个叫李明玉的老板，我一会给他打个电话，他会收的。真是太谢谢您了。不一会，陈阳来到了荣德堂。是老岳叫你来的吗？您是李明玉？正是。来，灵猫香拿给我看看。陈阳见对方性子火急，立马掏出了灵猫香。李明玉接过小葫芦嗅了嗅。好，老岳说的不错，确实是灵猫香，这些我给你110块，怎么样？陈阳见对方这么爽快，立马点头答应。你会猎獾子不？陈阳没打过獾子，但狩猎很多猎物的方式是相同的，于是胸有成竹地点了点头。好，你以后给我送獾子来吧，一只30块。30块？对，怎么样？成交。陈阳果断答应了下来。小伙子，钱收好，希望早点见到你送货上门。第二天，陈阳急匆匆回到家中，站在林安鱼的房间外，深吸一口气，敲了敲房门。安鱼，方便出来一下吗？我想说几句话。无人应答。安鱼，我已经挣到200块钱了，我也没有逼你的意思，只是希望你能听我说几句话。说吧。安鱼，我这就把钱给你。那天的事，我真的对不起你。你以为给了我钱，就能当成什么事都没发生吗？不是的，我会为那件事负责到底。无论你愿不愿意嫁给我，我都尊重你的选择。这200块钱是表明我的态度。安鱼，对不起，以前的我是个人渣。房间内，林安鱼呆愣坐在床头，陈阳爆发出的决心让林安鱼彷徨不已。我该怎么办？陈阳最终都没有得到林安鱼的回应。傍晚，刘淑芳一回来就迫不及待询问200块钱的事是不是真的。陈阳直接掏出了一沓钞票。安鱼知道了吗？知道了。然后呢？安鱼没再回复我了。妈，这钱您暂时帮忙保管吧。我可以保管这些钱，但不是替你，是替安鱼。晚饭的时候，刘淑芳给他夹菜，他还会低着头说声谢谢。吃过饭后，陈阳带着叶儿黄去了老皮家家。大爷，花鼠狸抓到了，我把叶儿黄给您带回来了。这小狗怎么样？陈阳将叶儿黄近期的表现讲给了老皮家听。这条狗啊，比别的狗聪明，只可惜生得晚喽，我没法带它上山。大爷，要是可以的话，我就带叶儿黄上山吧。我也不想看着叶儿黄的天赋被白白浪费。有点道理，我考虑一下。陈阳想从老皮家这里取经，如何捕猎獾子。牛心山的獾子很少，平日里很难见到，抓獾子不难，难得是找到獾子。大爷，你肯定有办法的，是吧？我倒是知道牛心山上一个地方有獾子出没，只不过什么？只不过那个地方地势复杂，就连好的猎手也极为容易迷路，一旦迷路了，可就不容易走出来了呀。那有人走出来过吗？你现在能抓到野兔、野鸡就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去冒这个险？我还想再挣点钱，给我们家重新修个新房子。陈阳计划在成为护林员之前，为父母修一个舒服的新家。人各有志，你还年轻，是该好好去见识一下牛心山。我想找您借一支猎枪。不行，你打獾子用不上猎枪，我可以继续把叶儿黄借给你，猎枪你就别想了。如果遇到大的猎物，
我手上没猎枪，可不好对付啊。等你真遇到了再说。老皮家态度很坚决，说完就挥了挥手，要撵陈阳离开。大爷，那我先走了。第二天一早，陈阳按照老皮家给的路线，往牛星山上深入3公里的位置去找欢子的踪迹。大概在山上找了3个小时，叶儿黄发现了一个洞穴，找其他洞口。很快就又找到了2个洞口。陈阳将草放在2个洞口，一个洞口让叶儿黄看守，然后将草点燃。过了一会儿，一个黑影从洞口窜出，叶儿黄一溜烟飞奔过去。陈阳握紧了手里的弹弓，也追了过去。过了一会，叶儿黄叼着灰麻色的小东西跑了过来，陈阳赶紧拿出鸡笼，把欢子装了进去。算你立了头功，等会儿打只野鸡回去给你吃鸡腿。洞口处的草还在燃烧，陈阳不放心，于是他果断解开裤腰带，用土办法将草浇灭。下山的时候，陈阳用弹弓打了一只野鸡。回到家，看到老爹正在院子里。爸，今晚吃鸡，你打算怎么做？还是辣椒爆炒怎么样？陈元朝动了动嘴皮，没有说话。爸，怎么了？没事。陈阳刚拎着野鸡进入厨房，这时候门外面响起了一个吊儿郎当的声音：陈老二在不在？你来找我家小子干什么？陈老哥别这样子，我只是找你儿子有点事。我儿子跟你有什么事？我们家不欢迎你，赶紧走。陈阳知道这样肯定没办法把王五赶走，于是把他叫到院门外。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嗨，大侄，我今天又看到你拎了只野鸡回来，怎么样？上山打猎的滋味很舒服吧？这关你什么事？嘿，这的确不关我的事，但是要是让乡亲们知道你小子经常往山上带好东西下来，别人会怎么想？听到这里，陈阳已经明白了，王五肯定要提什么条件。说吧，你想要什么？你小子挺上道的呀。王五以为陈阳怕了，于是贪婪地伸出一根手指头比划道：你给我10块钱，你上山打猎这件事，我替你保密。这种人是满足不了胃口的，今天要10块钱，明天就不知道会要出多少钱来。我没有钱。你难道不怕我把这件事捅出去，到时候恐怕很多人都会眼红的吧？你不想在我家蹭饭吃吗？这样，你跟我上山一趟，打到的东西都归你，你愿意拿去卖还是自己吃都无所谓。陈阳说的果断，大有一副你不乐意我就跟你鱼死网破的气势。你不会骗我吧？爱信不信。陈阳扭头就要走，被王五一把拽住。我信你的，咱们什么时候上山？晚上。王五一听，顿时脸上就露出一抹胆怯的表情。晚上猎物最多，想打到东西就晚上去，你要是怕了，就别怪我不带你了。怕个屁！就今天晚上，我跟你上山，打到的东西可全都归我。说完，王五转身离去，陈阳也回到院子。你跟王五在外面说了什么？他说他想上山打猎，让我今晚带他一起去。重生穿越回来，历经2世的陈阳，他清楚对付这种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晚上，陈阳准备出门。这么晚了又去哪里？家里的肉不多，想着去山里弄一点下来。陈阳找了一个借口。大晚上的还往山上跑，多危险！家里有点肉吃就行了，怎么还想着顿吃？他愿意去你就让他去，只要不是做坏事就行，是吧，小兔崽子？陈元朝这句话别有一番深意。陈阳走在前面，目光不断扫视着周围。妈的，晚上上山什么也看不见，要是真有野物就算了，要是没有的话，我明早就给村里人说你小子上山打猎的事。陈阳没有搭理王五，继续向上走。就这样走了2个小时。我说你打算带我去哪里啊？你一路上都哼哧的，也不知道安静一点，野物早被你的动静吓走了。少他娘的说这些，今晚要是见不着猎物，你就等着吧。到了这个时候，王五都不忘威胁一句：再坚持会儿，打到一只欢子能卖几10块钱。几十块钱？陈阳在前面走，王五跟在后面。陈老二，是不是这里啊？陈阳没有搭理王五，来到了悬崖边缘。喂，陈老二，你干什么呢？王五不耐烦地走了过来，看到脚下黑压压的悬崖。哎呦，我的娘哟，这地方太高了。他的肩膀被陈阳一把抓住。你想干什么？王五，你这些年在我们家白吃白喝了不少，这笔账该算了吧？你想干什么？一阵尖叫声响起，一切都归于平静。第二天一大早，陈阳像没事人一样出了房间，发现林安鱼正蹲在院子里，用手摸着叶儿黄。王五呢？王五？什么王五？昨晚不是你和王五上山打猎吗？有这回事吗？陈元朝皱了皱眉，脸色变得凝重起来。是不是王五出意外了？陈阳果断点头。什么意外？失足摔下山了。陈元朝眉头皱得更深了。好端端一个人怎么会失足？当时我们走在山崖边，我劝过他夜路不好走，但他不听我的，结果没走几步他就脚滑摔下了山崖。陈元朝仔仔细细打量陈阳的表情。算了，也该王五倒霉。那后山哪是他这种四体不勤的人能爬的？除了咱们家里人，还有谁知道你和王五上了山？陈阳听出老爹话的深意。放心吧，爸，昨晚没有人看到我和王五上山。陈元朝听完，用旱烟杆狠狠敲了下陈阳的脑袋。昨晚的事谁都不能说，明白吗？陈元朝意味深长地看了眼陈阳。下午，陈阳将2只野兔卖给供销社饭店，赚了37块钱，又来到了荣德堂药铺。你这是？老板，你不是要欢子吗？陈阳将欢子提了起来。李明玉愣了一下。还真是欢子。李明玉惊奇地打量着陈阳，仿佛在看一个稀罕物一样。你小子厉害啊，这么短时间就弄来了，老岳还真是介绍了个人才给我。李明玉拿出30元。拿去。谢谢老板了，
过几天我再给你送欢子。小伙子，你过几天还是别来了。为什么？我没想到你打猎的本事这么厉害，这么快就打到了欢子。我的药铺半个月才用得上一只欢子，等半个月后你再来吧。这让陈阳哭笑不得。之后，陈阳去市场买了些米面和肉，回到了村里。爸，今晚有肉吃。那你赶紧回去做饭，你妈不在家。我妈去哪了？在河边洗衣服。安宇也去帮忙了。看样子，林安宇渐渐开始恢复了。陈阳心情瞬间舒畅了不少。来到小河边，果然看到老妈和林安宇两人在洗衣服。一个不和谐的身影突然闯入了画面。哟，安宇在洗衣服啊？此人是村长的儿子李国立。林安宇和刘淑芳都没搭理他。安宇，我来帮你。说着，李国立蹲到林安宇旁边，伸手摸了过去。林安宇吓得缩回手，白色小衣脱手随着河水飘走。那是林安宇为数不多的贴身衣服，是姐姐参加工作后用第1个月工资买的，在那个年代十分金贵。林安宇的心一下子就沉了。安宇，你咋长得那么嫩呢？你做我老婆好不好？滚开！压抑了这么些天的情绪，在这一刻爆发。李国立在村子里仗着老爹是村长的关系，一向都是他吼别人。林安宇，别给脸不要脸，只要你在牛家湾，老子就有办法让你听话。小兔崽子，你当我陈家没人是不是？刘淑芬猛地起身挡在林安宇面前。下半年等陈元朝去守林子，希望到时候还能这么硬气。对了，我听说牛心山里的老熊会吃人，回去告诉你爹，真把老娘逼急了，老娘就把你爹当年干的坏事全吐出来，让你们家吃不了兜着走。刘淑芳嚷嚷的声音很大，附近的村民听到动静纷纷张望。李国立脸色顿时难看起来。行，你们厉害，给我等着。安宇，别怕，阿姨会保护你的。我没事，阿姨。李国立经过回村的林子时，后脑勺突然嘣的一响，啊！第2颗石子，第3颗石子狠狠打在李国立的脸上。李国立疼得浑身抽搐，止不住鲜血从指缝中流出。李国立被打得头破血流，陈阳这才罢休，往自己家赶去。这件事没完，这只是给李国立一次小小的教训。上一世就是村长大肆宣传林安宇被他陈阳侵害的丑事，导致林安宇不堪受辱，第2天就跳了河。虽然这件事是因陈阳而起，但推波助澜的却是村长李三河。李三河向来和老爹不对付，陈元朝为人品性端正，又因为当兵立过功的缘故，在村里威望很高，曾经差点就威胁到李三河的村长位置。这一次，陈阳重生了，而报复的计划也很快在心中产生。吃饭的时候，刘淑芳神色无常，只字不提今天发生了什么。林安宇没吃饭就回到了屋里。安宇怎么了？他应该是没什么胃口吧？今晚又要上山？不是，吃的有点撑，想在村里逛逛。陈阳来到了村西头，记忆中村里的会计赵老幺就住在这里。赵老幺以前是生产大队的会计，为人胆子小，没主意，被村长李三河连哄带骗的做了公粮的假账。上一世，直到98年，会计赵老幺给上头写了忏悔信，才揭发了这件事。但那个时候李三河早都死了，所以对他贪污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陈阳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账本，一个中年人晃晃悠悠朝这边走来，手里还拎着一个酒瓶。陈阳一眼认出这就是赵老幺。赵大哥，哟，买酒去了。赵老幺听到有人叫他，眯着眼睛。咦，这是陈家老二，你干啥去？没什么，正好路过。陈阳嘻嘻一笑，与赵老幺擦身而过。记住赵老幺家的位置后，便回到了自己家中。第2天，陈阳带着叶二黄向深入500米的海拔冲锋。正在前边走着的叶二黄突然停住，锁定了左前方的一片灌木林。林子深处传来了细微的声音。陈阳放轻了脚步，朝着灌木林深入，看到前方20米外有个体型像鹿，但比鹿大，又比马小，头上长了一对角，看起来大概300-400斤重的样子。是野林子。认清那个家伙的样貌后，陈阳整个人精神都亢奋起来了，当即就准备回去向老皮家借猎枪。说吧，又怎么了？陈阳坐下后，就兴奋地将今天遇到野林子的事告诉了老皮家。大爷，现在可以把枪借给我了吗？我去把野林子给你猎回来。老皮家听到陈阳要借枪，只是眯了眯眼睛，看着陈阳不语。谁跟你说你遇到了野林子，我就把猎枪借给你？大爷，你上次不是说……我上次说的是到时候再说，再说不代表答应。陈阳顿时哑口无言。大爷，没有猎枪，我打不到野林子啊。谁说没有猎枪就打不了野林子？古人没有猎枪，怎么打到野林子的？老皮家的话直接把陈阳弄得无话可说。大爷，你该不会是让我效仿古人，用传统方式来搞定野林子吧？这有什么不对的吗？老皮家说着，起身进入了里屋。出来时手里拎着一张木弓，这张木弓说不上精良，只能说是很传统的老式木弓，弓身简简单单，没有花纹，没有雕刻。去年新上的牛筋，拉起来够有力气，会弯吗？会。陈阳赶紧接过弓，握在手里拉了2根弦，果然够劲。好，你先把这张弓用顺手，虽然它比不上枪，但优势在于隐秘性，能压住你身体的急性。怎么样？先用弓，以后再用枪。大爷，你放心吧，你说什么我都听。行，我那里还有10几支开槽箭，等下你都带回去。但有一点，那些箭是好东西，你得省着点用。好。陈阳把弓和箭带回家里。傍晚，陈阳发现赵老幺刚好出了门，估计赵老幺应该又是买酒去了。
陈阳偷偷溜进赵老幺的家中，发现了桌面上没有任何饭菜。刚刚路过院子里的灶台，发现里面没有任何灶灰，这说明赵老幺家断火很长一段时间了。赵老幺这是缺粮了。陈阳在屋内翻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账本。赵老幺把账本藏哪里了呢？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回来了，陈阳默不作声，从后门溜走。回到家，看到老爹坐在门口，依然叼着旱烟杆，吧嗒吧嗒抽着。爸，少抽点烟，这玩意儿对身体不好。嘿，你小子现在翅膀硬了，竟然敢管起老子来了。但这口抽完之后，陈元朝还真就把旱烟灭了。安于的事你必须负责，找个时间把人家娶了，听到没？爸，不是我不想负责，这种事我得尊重安于的想法。你不要以为你拿出了200块钱，你对安于做的事就可以一笔勾销。安于这孩子脸皮薄，不好开口，但你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听我的，早点跟安于结婚。陈阳见老爹态度这么坚决，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爸，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今天突然说这些？我现在不说，那要等什么时候说？你妈都告诉我了，村长的儿子今天又去骚扰安于了，我就奇怪了，安于怎么命这么苦，老是遇到你们这些混账。陈阳明白了，原来是老爹觉得只要林安于结了婚，就不会被村长的儿子惦记。面对老爹的催婚，陈阳有些无奈。爸，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不愿意娶安于，但我必须先照顾安于的情绪。我以前不懂这点，犯了错。最主要的是，安于现在是否愿意嫁给我？陈阳抛出了令陈元朝无法回答的问题。感情这种事可以慢慢培养吗？爸，这句话你该对安于说，而不是对我说。我先回房间了哈。第二天一早，陈阳早早起床，一人一狗轻车熟路上了后山，来到布置狐狸套陷阱的地方。3副狐狸套，其中2副都逮到了野兔，一个逮到了野鸡。回到家的时候，陈阳忽然灵机一动，准备将院子里闲置的鸡棚利用起来，以后用来暂时养着从山上带下来的活的猎物。却不知他收拾鸡棚发出的动静被房间内的林安于听到了。林安于透过门缝看到了在鸡棚忙活的陈阳，林安于的瞳孔微微震了震。陈阳硬朗的外形和勤奋劳作的模样，让林安于心中涌起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陈阳真的变了，似乎真的因为那晚的事，不断在弥补着过错。林安于意识到自己也需要走出来。陈阳看了眼天色，差不多该弄晚饭了，于是提着野鸡去了厨房，然后起锅烧水，处理起了野鸡，将野鸡切块，鸡翅和鸡腿留了下来，其余部位都切了鸡丁。陈阳打算炒一盘辣子鸡肉，而鸡翅膀和鸡腿他打算做出来，送去给赵老幺套近乎。老爹陈元朝和老妈刘淑芳也从地里回来了。哟，又弄鸡肉。现在的陈阳已经越来越让刘淑芳确信，已经改邪归正了。妈，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你这是要？哦，我准备去送礼。妈，你别问我给谁送礼，我只能说这个人对我会很有帮助。行行行，防我跟防贼一样，谁稀罕问世的。正在端菜的刘淑芳看到林安于走了过来。安于，快坐下吃饭。好的，阿姨。林安于乖巧地点了点头，走到了饭桌前。坐下时，他微不可察地瞄了眼陈阳，然后拿起了碗筷。今天陈家的这顿晚饭吃得有些轻松，今天的林安于忽然变得格外有胃口。令人诧异的是，林安于今天竟然会主动去夹陈阳炒的那盘辣子鸡肉。他之前绝不吃陈阳炒的菜，现在看到林安于对陈阳炒的菜主动动筷子，别说陈阳了，就是陈元朝和刘淑芳也是错愕了一下。老陈，喝呀，怎么不喝了？你不是只允许我喝一杯吗？刘淑芳翻了个白眼。今天我高兴，允许你多喝点。陈阳吃完饭，拿着准备好的鸡腿，离开了家，来到了赵老幺的家中。你来我家干什么？赵老幺发现有人进了屋。赵大哥，是我，陈家老二，陈阳。哦，是你啊，你来干什么？我这里有笔账算不清，想麻烦你帮我算算。陈阳一边说着，一边坐下。赵老幺看见油灿灿鸡腿，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陈老二，你这是？赵大哥，帮我个忙，我请你吃肉。帮什么忙？我需要一个账本，就是你记录了村长李三和贪污公粮的那个账本，你把它交给我，怎么样？听到这段话，赵老幺瞬间一个机灵。你说什么？谁给你说的这件事？这件事村里不少人都知道，你也心知肚明。陈阳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赵老幺的酒劲瞬间醒了不少。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当然是想帮你啊。帮我？你怎么帮我？很简单，让你脱离现在的苦日子。你替李三和做了假账，结果他天天大口吃肉了，却压根不理你一下。这话算是说到了赵老幺的心坎上。你说的轻松，就凭你怎么帮我？接着陈阳就说出了自己计划的第2步，让赵老幺交出账本，他去举报李三和，到时候再让赵老幺指证。听到陈阳的计划，赵老幺顿时吓出了冷汗。不行，我帮了李三和，我肯定也逃不了。我不想坐牢。你不会坐牢的，你属于是被李三和胁迫，到时候你出面揭发，属于戴罪立功，你最多也就是写个书面检讨，接受批评教育。陈阳赶紧安抚赵老幺，你保证我会没事？我能保证的是，你如果不揭发李三和，你肯定会有事。听到这里，赵老幺便陷入了犹豫和害怕中。沉默是没用的，如果你今天不交出账本，我到时候连你一起举报。别啊，我不想坐牢，求求你放过我吧。这不是我放不放过你的问题，这是你愿不愿意自救的问题，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行，我先走了。说着，陈阳起身要走。陈老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好，我答应你，你说怎么办我都听你的。
其实问题很简单，你把李三和贪污公粮的账本给我，我去解决剩下的问题。就这么简单？赵老妖目光移到鸡肉上，鸡腿的香味让他情绪缓和了不少。当然，那我会不会？赵老妖知道李三和贪污的事跟自己脱不了干系。赵大哥，你肯定也脱不了关系，这是事实，你怎么能抱有侥幸心理呢？他看着陈阳，忽然想起眼前这个年轻人是村里有名的混子，整日游手好闲，竟然有一天会出现在自己面前义正言辞。陈老二，我这辈子连媳妇都没娶，求求你了，我要是进去了，我这辈子就完了。我认识点门路，到时候我帮你想想办法。好，我一定配合。你现在把账本给我。好，我马上给你。赵老妖赶紧跑到角落，将藏在里面的账本取了出来，交到陈阳手上。陈阳接过账本，略微翻了翻，发现没什么问题。陈老二，你记住，到时候你要一口咬定是李三和威逼利诱，让你帮他做假账，你迫于李三和村长的淫威，不得不做。好哈，我明白了。赵老妖也听出了几分靠谱的意思，激动的不行。赵大哥，安心吃肉喝酒吧，事情很快就会翻篇了。谢谢，陈老二，谢谢。说完，陈阳头也不回离开了赵老妖的家。现在有了账本，对付李三和可谓已经十拿九稳，眼下只差最后的临门一脚。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肯定能成功把李三和拉下马。第二天天没亮，陈阳拿着弓箭，带着叶二黄，朝着上次发现野林子的那片林子赶去。走了大概200米的时候，叶二黄突然停下了脚步，狗脑袋微微往前探。陈阳顺着叶二黄的方向朝前方看去，只见前方40米开外的灌木林中有一抹灰色的身影，看体型比野林子小了一轮。40米的位置太远，要想用弓箭精准命中那动物，还得继续往前移动。等缓慢向前移动了过去，陈阳终于看清了，那灰色的动物竟然是一只野山羊。陈阳决定在这个位置拉弓射杀这只野山羊。一声刺破空气的笑声在山林间响起，那只野山羊被一箭射中后轰然倒地。陈阳见倒地的野山羊动也不动一下。记住这个味道，以后就靠你找山羊了。这只野山羊目测有个100多斤重，属于中等体型。他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这可是100多斤的猎物啊！剥皮剔骨以后，起码还能有40-50斤的肉。等回到家里时，老爹和老妈也从地里回来了。刘淑芳看到地上躺的山羊，吓得差点叫出声。这是你弄回来的？当然。陈元朝走到野山羊跟前打量一番，好小子，这玩意儿都能弄得到，长本事了。100多斤呢，咱们这些天可有肉吃了。哎呦，儿啊，你现在的本事真是越来越大了。怎么弄？这玩意容易弄出动静。爸，晚上咱们趁夜深人静再弄，怎么样？可以。晚上父子俩开始宰羊。陈元朝以前在生产队杀过猪，所以由他操刀负责刨羊的主要工作，而陈阳则打下手，将肉放入缸里储存好后，老妈走了过来。洗澡水也烧好了，你们爷俩一会去洗澡吧。怎么样，弄了多少肉？估计有个40-50斤的样子。哎呦，我儿子真厉害！今晚宰羊全靠我爸的手艺精湛，愣是多剔了2斤肉下来。哼，就是。陈元朝立马嚷了一声，刘淑芳啪的一巴掌。大晚上的，你嚎什么嚎？第二天一早，陈阳拿了2斤羊排，准备出门去省城一趟。他先去电话亭打了个电话，是上次有过一面之缘的宾阳机械厂厂长薛卫东。在电话里，陈阳问薛卫东是否还记得他。小陈啊，我当然记得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厂里坐坐？陈阳顺势表示今天就要拜访，他已经打算好找薛卫东出面去和镇上的人斡旋落实村长李三和贪污的事。为了保证能请动薛卫东，不仅带上了2斤羊排，还带上了一套精心准备的说辞。下午他终于赶到了门口。同志，我想找你们薛厂长，我叫陈阳，中午给你们厂长打过电话了。门口的保安转身进去核实。过了一会，没想到薛卫东竟然主动出来接自己。小同志，多日不见，别来无恙啊。薛厂长好。陈阳赶紧伸手握住了薛卫东的手，两人来到他的办公室。小同志，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昨天上山猎到了一头野山羊，想着这玩意儿稀罕，给您拿了点羊排，您尝尝。陈阳举止得当，说话间将羊排推到了薛卫东面前。他故意提到打猎的事，是因为知道薛卫东爱好打猎。野山羊好啊，你这小同志果然是个打猎的好手。薛卫东没管羊排，非要拉着陈阳讲打猎野山羊的过程。说起来不怕薛厂长笑话，我也是运气好。于是陈阳简单说起了自己打猎野山羊的过程。听到陈阳仅仅一箭就射死了野山羊。小陈，你居然也会射箭，听起来你箭法不错。咱们厂有个主任也射得一手漂亮的箭，哪天有机会你们切磋一下。强将手下无弱兵，我怕是比不过那位主任。陈阳赶紧谦虚一下，同时暗暗把薛卫东也夸了一顿。我领导这个厂子可能有些水平，但论起打猎，我就是个三脚猫。您太谦虚了，什么时候有空到我们那里去打猎？我们那里连野林子都有，保证薛厂长满载而归。你这么说的话，我可就放在心上了。去你们山上，你得给我领路。薛卫东表情很是认真，看得出来他对打猎是真感兴趣。薛厂长要来的话，我自然十分乐意给您领路，只不过最近我可能都没有时间。陈阳顿了顿，表现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小陈，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说出来听听，看我能不能帮到你。薛厂长，您知道我为什么打猎吗？陈阳指了指羊排的袋子。为什么？
因为吃不饱饭，我们牛家湾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穷，都这样了，还有人来抢我们的粮食。你这话说得很严重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薛卫东敲了敲桌子，瞬间拿出了领导的派头。李三河贪污了公粮，然后让乡亲们补缴公粮，粮食我们自己都不够吃，还得帮他补窟窿。还有这种事？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陈阳立马掏出账本，递到薛卫东面前。村里有个会计被李三河逼着做假账，他不愿意为虎作伥，就把李三河贪污的粮食都记在了这账本上。好一个为虎作伥，这个词语用得不错。你读过书？以前跟着村里一个老先生认了些字。陈阳上辈子有钱后，专门念了成年大学恶补文化课程，但在薛卫东眼中又是一种谦虚的表现。这件事如果属实，我会帮你这个忙，但如果你说的是假话，后果会很严重。您放心，我不仅有账本作证，那个会计也会作证。小李进来一下。一个年轻人快速走了进来，把账本送到牛家湾去，亲自交到刘镇长手上。是。薛卫东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喂，刘镇长，是我啊，我派人给你送个东西过去，你看一下，什么东西？你看了就知道了。好，刘镇长，再见。陈阳听出来这是薛卫东打给牛家湾镇长的电话。小陈，开工就没有回头箭，这件事牛家镇的镇长会亲自去处理，你明白吗？我明白，谢谢你。陈阳站起来对薛卫东鞠了一躬。你不用谢我，我这人眼中容不得沙子。另外，这羊排你拿回去自己吃，以后可不许做这种不正当行为，明白吗？您误会了，我纯粹是想让你尝尝我打的猎物，跟其他的事无关。不过的确是我考虑不周，下次我一定注意。薛卫东不要，他也不强求，想着一会把羊排给林安柔送过去。我等下还有个会，今天就先这样了。那我就不打扰了，薛厂长再见。出来后，陈阳心中很是感慨，他庆幸薛卫东是个正派的人，也庆幸自己运气不错，因为会打猎而被薛卫东赏识。下午，陈阳到了牛家镇小学。你好，我是来找林安柔老师的。小伙子，你找林老师什么事？我是他朋友，来送点东西。这时，一个青年男教师走了过来。徐老师，这有个小伙子要找林老师。你是谁？找林老师干嘛？陈阳发现对方是斜着眼睛看自己的，很明显看不起人的意思。陈阳懒得搭理他。大爷，要不还是麻烦你帮我叫一下林老师。林老师在上课。男老师丢下一句，转身就离开了。大爷，这人脾气怎么这么怪？平时就没挨过打吗？你可别瞎说，徐老师是大学毕业的，谁敢打他？陈阳一听愣住了，那个年代上过大学的都是稀有物种，自然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大学毕业的怎么会跑到一个村镇小学教书？嘿，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听说他在追求林老师，放弃大好前途，专门申请调到这里教书的。陈阳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过了大约10多分钟，下课了，林安柔走了出来。林老师，有人找你。林安柔闻声看向校门口。陈阳，你怎么来了？我去城里办点事，顺便给你送点羊排过来。羊排，这是你买的还是你山上打到的？山上打的。你们这里能做饭吗？可以，我们这里有食堂，经常自己做饭。行，那我走了。等等，你起码跟我讲讲，叔叔阿姨和安于过得怎么样啊？我还挺想他们的。他们都过得很好，安于这几天长胖了一些。那就好。安柔，我听说那个徐老师在追求你。你听谁说的？陈阳瞥了眼旁边的门卫，徐光这人不错，但是我对他没感觉，我得去上课了，你下次再来找我吧。再见。陈阳回到家时，老妈已经做完饭了。回来了，今天去哪里了？省城。陈阳并没有打算说出自己把村长李三河举报了的事。爸，你这是怎么了？陈阳看向情绪不高的老爹，吃你的饭，没事别瞎打听。你有什么就讲出来啊，藏着掖着干什么？安于呢？怎么不出来吃饭？我刚叫他了，他要等一下再出来，让咱们先吃。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会跟安于有关吧？陈元朝脸色顿时滞了一下。刚刚我回来的路上碰到村长了。他跟你说什么了？村长说咱们家的那块地划分有问题，要把我们的地再往。有屁问题！李三河之前给咱们分的那么一块破地，这回是不是要分到山上去啊？你同意了吗？我怎么可能同意？李三河就是在针对我们啊！李三河给咱们分的那3亩地，累死累活也抵不上别人1半的收成，就这还不够，又要跑来换地，这不存心让我们家不安宁吗？陈元朝心里也很憋屈，他觉得做人应堂堂正正，不该算计别人。我保证不让李三河打我们家那3亩地的主意，行了吧？妈，你别跟爸吵了。李三河搞我们家，你们俩再吵起来，不就便宜了李三河吗？他准备将举报李三河的事告诉父母，这时院子的门却被人重重踹开。叶儿环听到动静，对着门口汪汪大叫。陈阳到院子一看，是前2天被陈阳用弹弓打得鼻青脸肿的李国立，带着村里几个混子。李国立，你怎么来了？妈的，陈老二，那天是你用弹弓打老子是吧？李国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上的纱布。你敢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你废了。你用弹弓打我的事怎么算？谁说我打你了？江二狗，你说你当时看到他打的老子，对不对？江二狗缩着肩膀，不敢看陈阳。是我当时看到杨哥用弹弓躲在树后面打的你。说完，江二狗立马小心翼翼抬头看了眼陈阳。杨哥，你别怪我啊，我最近手气差，欠了力哥不少钱，不然我也不会说出来的。这江二狗以前经常和陈阳一起打牌喝酒，算得上狐朋狗友。老子今天心情不好，你们几个赶紧滚蛋！李国立在村里蛮横惯了，从来没有吃过亏。老子不但不走，
今晚还他妈就在你们家住下了，明天就能我爹把你全家送到山上去喂熊。说完，李国立就要往院子里走。陈阳见状也不废，直接抬起腿一脚踹向江二狗。江二狗这时才猛然想起，陈阳打起架来是下狠手的主。杨哥，别打我，我错了。陈阳举起拳头朝着另外几个混混挥了过去。李国立见状，吓得后退一步。你他妈敢打我的话，老子明天要你全家好看。不用等明天，我现在就让你好看。陈阳像抓小鸡一样将李国立抓到面前，照着头上就是一拳。你真特么当我们家好欺负是吧？还敢调戏老子的女人！陈阳照着李国立又是一拳，几个倒地的混子都看傻了，老爹和老妈也都愣住了。哎呀，别打了！妈，放心，这混蛋死不了。今天我儿子动手打了你，是他的不对。你到时候不管找你爹来还是找谁来，只管跟我说话。我是陈阳老子，儿子做的不对的地方，老子承担责任。陈元朝为人率直，将今晚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李国立脑袋现在都还是嗡嗡的，刚才陈元朝说的话他都没听清几句。走！此刻他只想赶紧离开这里，连看都不敢看陈阳一眼。你干嘛下这么重的手啊？你要是把他打坏了怎么办？爸，他都欺负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肯定揍他。哎呀，你现在就走，去镇上躲一段时间，这里我和你爹会应付的。房间内的林安瑜听到李国立来家里找麻烦，又气又怒之下找到一把剪刀，准备出去帮忙。可刚出来就看到陈阳已经把李国立打倒在地。爸妈，你们别担心了，这件事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陈阳将自己举报李三河的事讲了出来。等着吧，很快就会有人来调查李三河贪污公粮的事，他绝对翻不了身。你没骗我们吧？放心吧，我找了位大人物，他十分重视这件事。李三河这次在劫难逃。陈元朝脑袋里有些没反应过来，现在陈阳思想和行为都变得果断干脆。安瑜，你出来了。陈阳循声看过去，林安瑜手里握着剪刀，惴惴不安。安瑜，没事了，进屋吃饭吧。林安瑜轻轻点了点头，目光在陈阳身上停了一下，便跟着刘淑芳去了堂屋。第二天一早，陈阳没有上山去打猎，他担心李三河来找麻烦，所以一直守在家中。而老爹和老妈也一直待在家里，没有下地干活。你要上哪儿去？我去打听李三河的动静。按理说，陈阳打了李国立，李三河今早就该找上门的，现在都没出现，太奇怪了。是啊，李三河心眼这么小的人，的确早就该来了。我过去看看。等到中午，陈元朝回来了。李三河不在家，听说去镇上了。镇上？李三河去镇上干嘛？他可很少离开村里。不知道，你说是不是因为你举报的事？当陈阳听说李三河去了镇上时，他就已经想到应该是牛家镇镇长行动了。爸妈，咱们牛家湾估计马上就要变天了。3天过去了，李三河还没有回来，村里面已经传出了流言，说他已经被抓进去了。傍晚，赵老幺跑到陈阳家，把陈阳叫到外面。老弟，你给我说个准话，李三河如果进去了，我是不是就没事了？赵老幺已经提心吊胆了几天。我还是那句话，到时候上面派人来问你，你就咬定是李三河强迫你干的就行。第4天，上面派人来了，2个身穿中山装、面色严肃的人询问了赵老幺关于做假账的事。赵老幺按照陈阳的交代，说是被李三河威逼利诱了。同志，上面会怎么处理我？2个中山装转身就走，并没有回答。这时，一个中年人来到了牛家湾。陈阳此时正院子里在逗一儿黄丸，没注意有人进来了。好机灵的猎狗！你好，我姓张，是滨阳机械厂的车间主任。看样子，你就是薛厂长口中提到的陈阳同志吧？陈阳瞬间想起薛卫东讲过，他手下有个会打猎的主任。原来是张主任啊！您好，请问您大驾光临是有什么事吗？陈阳走上前和张主任握手。薛厂长让我来告诉你，你们村的村长李三河，他贪污公粮一事已经查清了，组织已经对其进行了立案，不久就会判刑。真是麻烦张主任亲自跑来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谢谢您，谢谢薛厂长。哎，不用谢我，我只是传个话。不过薛厂长呢，你肯定是要谢的。张主任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是，薛厂长这次替我们牛家湾铲除了蛀虫，替我们讨回公道，自然要对薛厂长表示感谢。张主任，我该怎么谢谢薛厂长呢？这个简单嘛，薛厂长都跟我说了，说你年纪轻轻，却是个打猎的好手，还说牛心山是个好地方，有机会一定要来见识见识。我上次就向薛厂长保证过，他什么时候有空来我们这里，我一定带他上山打猎。不过嘛，薛厂长最近很忙，所以先让我替他来探探风。没问题，您难得来，我肯定要让您尽兴而归。到时候还要麻烦您带些野味回去，帮我谢谢薛厂长。哈哈哈，你说话很有意思啊！尽兴而归，那就托你几言了。你这里有什么打猎的工具啊？陈阳一听，顿时挠了挠头。张主任，我不怕你笑话，我平时打猎用的工具就一个弹弓、一把弓箭，还有叶黄。张主任一听，瞬间愣住了。你就靠这么点东西打猎，这能打到猎物吗？打些野鸡、野鸟、野兔不成问题。你能让薛厂长刮目相看，果然是有本事的。张主任，弓箭给你用吧，我用弹弓就行。我这把年纪可拉不动工人，还是你用吧。您第一次来，我让您连打猎的家伙都用不上，实在对不住了。哪里的话，你把弹弓借给我，我用弹弓给你露2手。好，就这样，2人一狗朝着牛心山进发。没多久就发现了野鸡的动静。主任在看到野鸡后，立马举起弹弓，瞄准，
脸上带着一抹兴奋之色，石子嗖的一下飞出，眨眼间就打在了野鸡的后颈上，野鸡立马倒在了地上。哈哈哈，这只野鸡挺肥啊！张主任脸上带着收获的喜悦。张主任，你这弹弓技术真厉害啊！哈哈，那我也比不了你们年轻人了。陈阳领着张主任走了一会，便停下休息了一会。我听薛厂长说，你弄到过灵猫香。是，我当时抓住了一只花鼠狸，挤了一些灵猫香以后，就把它放了。我听说花鼠狸很少见，我倒是想见识见识它长什么样子。花鼠狸十分狡猾，我也费了几天功夫才抓住，这还要看运气和时间。我觉得您对打猎包含了某种情怀在里面。哈哈哈，你说的没错，我怀念打猎的日子，以后啊，我可得经常来找你喽。没问题，欢迎您随时来找我。张主任的身份虽比不过薛厂长，但作为重点机械厂的主任，属于科长级别，也是高级干部，总不能因为一些小事去麻烦薛厂长，而和张主任打声招呼就很方便。时候不早了，咱们往前面走走，看看能不能碰到野林子之类的。好，上了山就听你的安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野物也没看到，天马上就要黑了。今天太晚了，咱们恐怕得回去了。行吧，下次可得早点上山了。不远处的叶二黄忽然犬吠一声，朝着旁边的草丛钻了进去。陈阳和张主任见状，瞬间一个机灵。叶二黄在一团黑乎乎的粪便前停了下来，旁边还散落一些凌乱的脚印，脚印和狼狗差不多。怎么了？这粪便和脚印可能是野狼留下的。小陈，你们牛心山上的狼很猖獗吗？怎么还没进入深山就有狼出没呢？我也很奇怪，狼应该不会来到这里，唯一能解释的就可能是因为这里出现过一只野林子。野林子一般也只在深山里活动，之前发现的那只野林子很可能是被野狼从深山赶出来的。既然如此，这周围恐怕不太安全，咱们还是快点离开吧。好。陈阳拿了个木棍用来防身，把弓箭交给张主任。这时草丛里传来一声细微的声音，警觉的叶二黄瞬间站起，冲着那片草丛狂吠起来。循着叶二黄嚎叫的方向看去，忽然发现草丛中一头野狼探出了头，恶狠狠盯着陈阳和张主任。张主任，你先走，我掩护你。陈阳有些后悔没拿柴刀，要走一起走，咱们只要不把后背对着狼，他就不敢轻易攻击咱们。那头兽狼却一反常态，往前走了几步，也许是饿了太久，不想放掉眼前的猎物。叶二黄发现兽狼要过来，突然朝着兽狼冲了过去。叶二黄，连兽狼也被吓了一跳，但叶二黄一个急转弯，停下故意挑衅兽狼。兽狼转头朝叶二黄追了过去。好狗啊！张主任震撼地呆愣在原地，几个月大的猎犬，关键时刻竟然挺身而出，以身为饵，吸引兽狼的注意，从而为他们争取逃走的时间。张主任，你快下山，我要去救我的狗。叶二黄的叫声渐行渐远，追逐了10多分钟，再也找不到叶二黄和兽狼的踪迹。叶二黄，这时叶二黄突然冲了出来，然而还来不及高兴，兽狼也紧随其后。叶二黄继续往前奔跑，陈阳趁兽狼的注意力全在叶二黄身上，直接抬起右腿，兽狼躲避不及，被陈阳一脚直直踢在脑门上。陈阳感觉自己这一脚好像踢到石墩上，疼得站不起来。不好，脚没知觉了。兽狼看出陈阳失去了行动力，转身就扑了。陈阳抄起木棍，朝着兽狼扎去，狼咬死不松口。叶二黄咬住兽狼的后腿向后转，这时一支箭矢飞来，直接扎在兽狼的后背上。兽狼哀嚎一声，转身往密林深处逃走。陈阳检查了一下，发现叶二黄并没有受伤。小陈，你没事吧？我一直追你，年纪大了，跑得不快。不碍事，就是脚没知觉了。要不是您出手，恐怕这次凶多吉少了。别说这些，可惜没一箭射死那头狼。他被开槽箭伤到了，就算是现在跑了，多半也活不了。天要黑了，小陈，咱们快下山吧。张主任扶起崴脚的陈阳下山了。此刻，老爸和老妈还有林安鱼正坐在堂屋吃晚饭，看到陈阳被人搀扶着，顿时站了起来。哎呀，你这脚咋了？下山时滑了一跤，崴了脚，没什么大碍。陈阳怕父母担心，就隐瞒了在山上遇到狼的事。妈，多拿双筷子，咱家来客了。好，谢谢你送我们陈阳回来。老伴儿，再炒个菜。哎，不必麻烦了。不麻烦。说到底，不是我要上山，你也不至于受伤。我已经过意不去，还来给你们添麻烦。我这……张主任小声在陈阳耳边说着。没事的，张主任，今天来叨扰你们，实在过意不去。你别这么说，你能来我们这破地方，该不好意思的人是我。要不先喝一点？行，喝一点。小陈，你不来点？我不喝酒。不能吧？你做事有担当，胆子也大，不像不喝酒的人啊。戒了，年纪轻轻的怎么会戒酒呢？这话直接把陈阳问住了。旁边的老爹看出陈阳的窘迫，我让他戒的酒，我家穷，我一个人都不够喝啊！原来是这样啊，哈哈哈。陈元朝不明白，这个干部怎么看起来跟自己儿子很熟的样子。老妈新炒了一盘野菜和一碟羊肉，久等了，咱家的饭菜上不了台面，别怪我们招呼不到位啊。这是小陈上山弄的吧？对，我儿子打猎可厉害了，下山都没空过手，咱家现在有肉吃，都是他的功劳。刘淑芳说起陈阳，神情就变得骄傲起来。爸妈，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宾阳机械厂的张主任。今天下午我陪张主任上山打猎去了，受了点轻伤，多亏张主任送我回来。听到张主任的来头后，老爸和老妈都吃了一惊。按道理说，他们这种扎根黄土地的农民，别说跟张主任坐在一起吃饭，就算是见一面都几乎不可能。张主任，
我敬你一杯。来，咱们喝。老哥，你是几年的？1931年生人，属马。啊，那我还真得叫你一声老哥了。我属鸡，比你小3岁。来，我敬老哥一杯。妈，安宇，快动筷子啊！张主任人很随和的，你们别太拘谨了。对，都动筷子呀。小陈，这位是你媳妇吧？陈阳被张主任一句话问得差点噎住。张主任，你误会了，这孩子是我战友的女儿。我那战友10多年前在藏南牺牲后，我就把他的女儿接了过来。啊，这样啊。张主任一听，顿时对陈元朝肃然起敬。老哥，我算是明白了，你儿子是有为青年，你也是汉子一条，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都是山里人，你可别这么夸我们。山里人怎么了？陈阳是个打猎的好手，有目标有方向，要是早些年，一定是你们村的生产标兵。他没想到张主任不仅没有一点架子，还和陈阳分外的熟络。张主任，你和陈阳是怎么认识的？啊，是我们的薛厂长介绍的。薛厂长。陈元朝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陈阳都这么有出息了。一旁的林安瑜也是一脸错愕，他真的是为了我才改变吗？林安瑜第一次冒出这种疑惑。我吃完了，你们慢慢吃，我回房了。老哥，这个女娃不错啊，啥时候让陈阳娶过门了？走到房间门口的林安瑜听到后，身子微微一顿，只不过他完全没注意到自己的脸颊上已经悄然浮现出一抹红晕。年轻人的事，让他们年轻人自己做主。哎呦，老哥的觉悟很高啊。没错，年轻人的事让他们自己做主。老伴，再去村头买点酒。好嘞。大嫂，别麻烦了，再这样我真过意不去了。不麻烦，不麻烦，你难得来一次。老妈出门打酒去了，老爹和张主任一直喝到了半夜，最后睡得不省人事。等第二天一早，陈阳打算再上山一趟，找那头兽狼的踪迹。如果把兽狼的尸体找到，剥了最值钱的狼皮卖钱也好，做成冬天的皮袄也好，都是赚的。咋的？你又想上山？你脚都那样子了，还想去打猎？不打猎，我在山上落下点东西，得上山拿回来。等你脚上的伤好了再上山不行，非要这么着急？那不行，万一去晚了丢了怎么办？放心吧，我脚没什么事了，走山路没问题。懒得管你，跟你爹一个德行，都是犟种。妈，鸡棚内有只野鸡，是张主任的，你记得提醒张主任，让他走的时候带上。陈阳笑了笑，领着叶儿黄出了门。走平地还好，走山路的时候，陈阳的脚很快就吃力起来。半天过去了，终于来到了昨天和兽狼搏斗的地方，地上还有兽狼残留的血迹。陈阳和叶儿黄顺着血迹又往前走了1个小时，陈阳心中已经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但就在这个时候，叶儿黄忽然变得躁动了起来，盯着前方断断续续出现的狼血，狗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陈阳见状，知道兽狼恐怕就在附近。前面出现了一个低矮的山岩，灰白色的山岩间有一个黑洞洞的山洞。他心中瞬间冒出一个猜测，那头兽狼肯定藏在洞中，而且还没死。一步步朝着那个洞口走去，距离洞口不到2米的距离时，可以清晰听到洞中传来了低沉的呜呜声。这头兽狼现在很虚弱，恐怕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力气，正在这洞穴中等死。陈阳就打算用老办法，找些草点燃，把兽狼从洞中熏出来。除了听到兽狼再次发出呜呜的警告外，并没有看到兽狼的踪迹。陈阳速度点燃了草丛，没一会，一股浓烟就窜了起来。时间1分1秒过去，随着燃烧，浓烟钻入洞穴，就这样持续了10多分钟。陈阳一手举着木弓，一手拉进了弓弦，目光死死盯着洞口，心情也像弓弦一样绷得很紧。叶儿黄忽然躁动不安地盯着洞口，狗嘴里发出低沉的呜咽声。一颗长满杂毛的狼头从洞穴中缓缓探了出来。陈阳一眼就认出是昨天那头兽狼，它像是认命了似的，缓缓从洞中探出了半截身体。陈阳见状，瞬间瞪大眼睛，手中的弓弦死死绷紧，兽狼背上还插着那支开槽剑。陈阳见状，挥剑射了过去。妈的！虽然成功解决掉了这只兽狼，但陈阳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此刻离天黑已经不足2小时。我现在脚上有伤，还要背着一头狼下山，恐怕下山的路刚走一半，天就黑了，只能找个合适的地方在山上过一夜了。陈阳背上背篓，一刻不停地往回走。当陈阳才走到一处山涧时，天几乎已经黑了下来。陈阳停下脚步，打量周围，他拿着镰刀在周围树林中找了些干燥的树枝回来，放到空地上点燃。陈阳此刻所在的位置是几乎牛家湾的村民都很少踏足的一片接近原始森林的地带。有了火光后，陈阳悬着的心才稍稍落回了肚子里。叶儿黄忽然抬起了头，冲着对面的黑暗犬吠了起来。陈阳顿时一阵头皮发麻，连忙站起来，死死盯着前面的黑暗。叶儿黄到底发现了什么？哪怕昨天遇到那头兽狼时，叶儿黄也没有这么疯狂的犬吠过。黑暗中忽然亮起了几对明晃晃的光点，陈阳就看到几只野狼从黑暗中走出，虎视眈眈盯着陈阳和叶儿黄。这几头野狼的现身，让陈阳后背涌起了一股寒意。这里明明是牛心山的外围，怎么突然冒出了这么多野狼？这些野兽不是出没于牛心山的腹地吗？这几头野狼多半是被兽狼的血腥味吸引而来的。陈阳已经做好了和这几头野狼殊死一搏的打算，但一只脚受伤，手中又只有一把变形的镰刀。但唯一庆幸的是，几头野狼十分谨慎，并没有直接对陈阳发动攻击。一头野狼低吼一声，忽然从阴影中钻出，朝着陈阳扑来。陈阳强忍伤痛，猛地站起，举起镰刀，狠狠劈向这头狼的面门。这头狼发出一声痛苦的嚎叫，
缩回到了火光之外的阴影中。其他的几头野狼仍然在火光之外徘徊。陈阳又举起镰刀，作势要朝野狼扑去。几头野狼被陈阳吓了一跳，往后退了数米。叶皇，快跑！或许是老天爷帮忙，或是叶尔皇聪明灵性，叶尔皇像是明白了陈阳的意思，扭头就往下山的方向飞奔而去。而陈阳的举动再次激发了野狼的凶性，朝着陈阳步步逼近。操！眼看3、4只野狼同时逼近，陈阳心中剧烈震荡。妈的，我刚刚劈砍太过用力，牵扯到了受伤的脚踝，导致伤势加重，现在腿上无法再使出力气。这下陈阳只能依靠一只脚站立，行动力大大受损。几头野狼也发现陈阳行动不便的弱点，要发力朝陈阳扑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阳仿佛听到了叶儿皇的声音，一道嘹亮的犬吠声在陈阳背后的丛林响起。几头野狼瞬间停下行动，呲起白森森的獠牙，目露凶光盯着陈阳身后方向。陈阳微微一愣，这犬吠声十分陌生，不是叶儿皇发出的。他正疑惑间，又听到更多的犬吠声从身后传来。陈阳就看到4、5条体型巨大的土狗朝几头野狼冲了过来。野狼看到这些土狗来势汹汹，立马掉头逃跑了。那几只土狗追到小溪前便停了下来。陈阳转身看到叶儿皇从树林中钻出，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时走出一个老迈的身影，他在崎岖的山路间，双腿却如履平地，像散步一样。老皮家，你这小子脚上有伤，还敢逞强上山，害得我爬了这么久的山。大爷，我没想到会是你来救我。你就为了一头该死的狼，冒着脚伤大半夜再上山？对不起。陈阳惭愧地低下了头，他知道要不是老皮家及时出现，今晚自己多半要葬身狼腹了。行了，对不起的话回去跟你妈说。我妈？你妈见你大晚上还没下山，怕你出事，和你爹一起找到了我，哭的那叫一个伤心。大爷，幸亏你把叶儿皇借给我。你也知道世界啊，要是再干这么危险的事，那我只能把叶儿皇带回去了。对不起大爷，我保证以后不贪功冒进了。山上湿气重，我这老寒腿可受不了，赶紧下山吧。好，我扶着你。散了，你都只有一条好腿了，可别把我扶沟里去。老皮家一脸嫌弃。二人回到牛家湾，牛星山外围竟然出现了狼，看样子最近不太平，你可得小心一些。又看到了陈阳手里变形的镰刀。你明天来我家一趟，我给你把好用的刀。好嘞，多谢大爷。陈阳朝着家走去。老皮家作为一个顶尖的老猎户，手里的家伙事一定不差。老皮家对我真是好的没话说。在快要到家的时候，陈阳看到家门口站在一个人影，走近一看是老爹。爸，你怎么？你一晚没睡吗？陈阳走近一看，才发现老爹面容浮肿。你终于舍得回来了，我以为你住在山上了呢。他知道老爹是担心，才一直守在家门口。爸，我错了，我以后绝不会乱来了。你不顾自己，也要想想你妈。你要是有什么3长2短，你妈怎么办？你大哥死得早，你就忍心我们白发人再送一次黑发人？可能是提到了伤心事，老爹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了。过了好一会，爸，我妈呢？你妈守了大半夜，我让她回房睡觉，她刚睡下不久。你进屋的时候动静轻点。知道了。爸，你带了什么玩意儿回来？这么臭。是一头狼。你简直胆大到没边了。这段时间你就别上山了，听到没有？听到了，我一定等脚好了后再上山。不行，山上有狼，你这1个月都不能上山，等狼走了再说。山上就一头狼，已经被我弄死了，所以山上安全着呢。陈阳赶紧撒了一个谎。真的？真的。你把这玩意儿带回家里来，别吓着你妈，赶紧找地方藏起来。明白。陈阳将背篓放在角落里，然后又用鸡棚内的枯稻草盖住。别围着，小心被我妈发现。叶儿皇跑到鸡棚的另一个角落，乖乖坐下。陈阳这一觉直接睡到了下午。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老爹和老妈都下地去了。林安于正在院子里晾衣服，似乎察觉到了陈阳的目光。林安于忽然转过了头，陈阳措手不及，赶紧转移视线，于是握着红花油准备涂腿。几分钟后，林安于晾完了衣服，便径直回到了自己房间。他只能默默安慰自己，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这时林安于从房间里走出，他以为林安于要去忙什么事，结果却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直到林安于站在了自己面前，随后将药品放在桌子上。陈阳看到上面写着桂枝茯苓丸几个字，这个药主治女性月经不调、痛经，还能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给我的。不然呢？林安于面无表情地回应了一句，然后转身往自己房间走去。那句不然呢，不带丝毫感情，可这3个字却如3月的暖阳一样，让陈阳的身体瞬间暖和起来。傍晚，老妈早一步回到家中。妈，你回来了。刘淑芳看到陈阳一副嬉皮笑脸的，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脚怎么样了？妈，放心吧，我脚没什么大碍，很快就会好了。哦，是吗？老妈握着扫把走到陈阳面前。我看你皮子好像松了，我帮你紧一紧。二话不说就朝陈阳的脑袋上砸来。就在山上待着多好，死了原地就能埋。妈，我再也不敢了。对了，张主任昨天走了吧？人家酒醒之后就走了，临走时还说你抽空的话就去省城找他，他好像有什么事要跟你说。几天后，村长李三河贪污公粮的案子也被落实了。李三河被当作典型拉去枪毙了，他的媳妇当时就疯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而李国立一回牛家湾，就被以前被他欺负过的村民逮住，打了个半死，脑袋也被打坏了，跑上了牛心山。自此音讯全无，很多村民都希望陈元朝当村长。陈元朝说自己不是当官的料，连连拒绝。某天晚上，陈阳和老爹处理完瘦狼的尸体，刮下来20多斤狼肉。爸，狼肉我去送给老皮家吧。对，老皮家把你救了下来，这份恩情咱家欠大了，再打2瓶酒给老爷子送去。好，这个狼皮和狼毛是好东西，我打算哪天去省城卖掉。狼的事情不能让你妈知道，你妈要是知道山上有狼，以后肯定不让你上山了。陈元朝到底还是支持儿子上山打猎。鸡棚里早些时候抓回来的4只野兔，陈阳打算明天去镇上卖掉。2天后，陈阳右脚已经好了，便上了牛心山，来到布置狐狸套的地方。这5、6天的时间，3只野兔都已经饿死多时。陈阳打算1只野兔他们自己吃，1只给老皮家送去，1只给林安柔送去。第2天一早，陈阳带着兔肉和狼肉以及老白干来到老皮家里。我让你第2天来找我，结果你磨蹭到今天才来，我以为你不想要刀了。大爷，我妈不让我随便走动，我脚一好，立马就到您这儿来了。兔肉是孝敬您的，狼肉是给他们吃的。陈阳指了指旁边的猎犬，老皮家看都没看一眼，转身走入里屋，取出来一把刀，递给陈阳。大爷，您真把这刀送给我了？你小子想得美，这把刀陪了老头子我60年，是我爹亲自锻造的，绝不可能送给你。这把古苗刀光是锻造就要花费16年，刀口锋利，能一刀将牛头斩下。这把刀是我的命，一辈子就这么一把，借给你用，你可得保管好了。陈阳听说过苗人爱刀，到了16岁必须带刀，原则上是不可能把自己的刀送人的。说是借给陈阳，却没说什么时候还，这无异于一种传承。老爷子，以后我给您养老吧。谁是你家老爷子？滚滚滚！我身体好得很，用不着你个小毛崽子养老，你养好自己就行。他这话也没错，要不然也不可能活到21世纪。那我就不打扰您了，等会儿我要去一趟镇上，要不要给您带点什么回来啊？用不着，赶紧走吧。陈阳告别了老皮家，几个小时后，陈阳来到了供销社饭店。嚯，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陈阳快有半个月没来供销社了，叶师傅很是不满。这些日子不少客人要吃野味，你就算没野兔，也弄点其他的凑合一下。不好意思啊，家里有事耽搁了。叶师傅拎起1只肥胖的野兔后，脸色才缓和了一些。嚯，这么肥！这些野兔全部放在家里养着，我妈还时不时喂点玉米野菜，肯定长得膘肥体壮。4只野兔最终称得22斤，卖了110块钱。年轻人要勤快，别以为挣了几个钱就懒散下来。现在时代要变好了，勤快是你们年轻人唯一的出路。叶师傅虽然言语不太客气，但心是好的。陈阳上辈子就喜欢和这样的人合作。谢谢啊。陈阳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牛家镇小学。小伙子又来找林老师？是啊，大爷，帮忙喊一下呗。门卫一动不动，只是冲着自己笑。他瞬间明白了，掏出大前门递给了门卫。大爷，这玩意儿少抽点。这是好东西，今天学校没人，想不想进去？想啊。女老师们都在宿舍，你找林老师的时候要注意影响，明白吗？光有女老师在，那男老师呢？男老师一共就2个，都不住学校里。你跟林老师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觉得会是什么关系？陈阳饶有兴致地反问了一句。他估计门卫是把他当成了林安柔的追求者。我劝你别做梦了，林老师条件这么好，跟徐老师才是一对的。陈阳对老头的话只是撇了撇嘴。你还别不信，人徐老师有才华，家庭背景也好，估计也快把林老师追求到手喽。什么玩意儿？就那个姓徐的要追到安柔了？陈阳没记错的话，要不是自己的大哥死得早，林安柔很可能就成了自己的嫂子。大爷，我先进去了。好，进去吧。他刚走到宿舍前，站住！你找谁？就看到一个麻花辫、模样年轻的女孩提着水壶。我叫陈阳，来找林安柔老师的。为了不让人误会，陈阳取出怀里的信。林老师的妹妹给他写了封信，托我来送给林老师。女孩听到陈阳的名字，表情忽然呆滞了一下。安柔，你妹妹来信了。是吗？我来了。林安柔笑盈盈走出宿舍房间。陈阳，果然是你，我刚刚就听到你的声音了。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弟弟，还不错吧？还行。女孩有些难为情的，脸霎时一红。我去打水了，你们先聊。说完，女孩转过身，快步离开。你觉得那个女生怎么样？什么怎么样？装傻是吧？她家里催她结婚，我想了想，就把你介绍给她喽。陈阳心中莫名一沉。你怎么了？安柔，你觉得我和你妹妹合不合适？我妹妹？陈阳，你该不会和我妹妹谈上对象了吧？那倒没有，我想娶你妹妹呢。娶我妹妹？林安柔好似听到了什么匪夷所思的事。陈阳，你喜欢我妹妹？被林安柔问及此事，陈阳自己竟然迷茫了起来。林安于她很漂亮。林安柔脸上笑容消失。我妹妹是很漂亮，那你是不是见到漂亮的都娶回家？那倒不是。陈阳低下头，避开林安柔的目光，他不可能说出那件事。陈阳，为什么我总有一种感觉你欺负了我妹妹？就在陈阳沉默的时候，林安柔注意到了陈阳手中的信。把信给我。林安柔态度坚决地伸出手。陈阳愣了一下。完蛋，万一林安于这次在信里面
透露了那晚的事怎么办？林安柔一把夺过了信，只是看到林安柔目光沉沉，脸色十分难看。安柔，不远处，一个青年走来，来人正是徐光。徐光也看到了陈阳。你是谁？进学校干什么？徐光故意走到了陈阳和林安柔之间。关你屁事！安柔，是不是这人找你麻烦？别怕，有我在。你怎么来了？安柔，明天我们去看电影吧。哪吒闹海，我好不容易弄来的。对不起，我没有心情。他看了看陈阳。我妹妹最近还好吗？还好，她胃口不错，心情应该也不错。我看她经常和叶黄玩。不错就行。你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就不留你了。这话是林安柔对徐光说的。安柔，你明白我对你什么心意？我保证会爱你一辈子的。一旁的陈阳听到徐光突如其来的表白，只觉得一阵尴尬。徐老师，请你自重，我不想和你谈恋爱，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林安柔转身进入了宿舍。安柔，徐光还想上去，却被陈阳一把抓住了手臂。人家都关门了，你怎么还没脸没臊的？你放手！徐光用力甩动手臂，想要挣脱陈阳的手，陈阳死死抓住，直到徐光急得不行，才猛地松手。徐光一个措手不及，直接摔倒了。你敢打人？这不叫打，你要是再敢缠着林老师，我不介意把你打得半死。来人啊！有人打人，快来人啊！他这一叫嚷，闹得动静很大。几个女老师从宿舍中探出了头，门卫一路小跑了过来。哟，徐老师，你这是？你怎么坐在地上啊？这个人闯进我们学校，还打了我，快去报警！这时林安柔从房内出来。大爷，这人是我朋友，两人闹了一点小误会，用不着叫警察来。我就说嘛，徐老师，这个小伙子跟林老师熟，我可以证明，一点误会而已嘛。门卫也怕叫来警察，自己摊上麻烦。安柔，你没看到他刚刚推我的样子？他就是一个粗鲁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清楚。徐老师，不要在女老师宿舍前大喊大叫的，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徐光是大学生，平时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份，眼见自己被当作热闹看，顿时脸上挂不住了。好，我大人不计小人过，但是这个人就是个暴力分子。大爷，耽搁您一下，扶徐老师走吧。等众人散去，看你干的好事。他要是再敢骚扰你，我肯定对他不客气。行了，我和徐光毕竟是同事，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这样做我也为难。陈阳拿出兔子肉，我带了只野兔过来。你这样我还怪不好意思的。林安柔有些不好意思的拿了过去。跟我客气什么？你知道我妹妹信里写了什么吗？不知道。安宇写了自荐信给省城的小学，但是被学校退了回来。陈阳暗暗松了一口气，在这个年代，成为老师的主要途径是组织上推荐。陈阳一想，如果找薛卫东引荐的话，林安瑜或许可以当上教师。这件事我来替安瑜想办法，你就别操心了。听说徐光的父母在教育单位工作，安柔，你不能找徐光，他什么心思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到时候再说吧，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安瑜的事我会放在心上，等我的消息。陈阳很清楚，要让薛卫东帮忙，得等一个合适的契机。行吧，你回去的时候帮我给安瑜带句话，让他安心在家里待着。他要是闷了的话，可以来我这里住几天。好，那我先回去了。好，路上注意安全。林安柔目送着陈阳离开，陈阳将背篓里的米面油粮放在院子里，就累得躺下了。陈大爷，您动动您金贵的身子，把背篓里的东西搬出来。哎呀，我这不是在想事情吗？刘淑芳见状，竟然没再说什么。我爸在为什么是烦心呢？刘淑芳正抱着米面往厨房走。今天一早你李婶家的孙子丢了，你爹和村里人找了一天也没找到。怎么弄丢的呢？李婶和往常一样下地干活，他孙子在田坎边上玩耍，说转个头的功夫，他孙子就不见了。那娃娃才2、3岁大，跑也跑不快，怎么转头就不见了呢？我们当时把周围的田地都找了个遍，还是没找到。那就怪了。不过田坎上留下了一些脚印，有人说是狼的脚印。陈元朝意味深长地看了眼陈阳，陈阳脸色一变。明天我和村里人继续找，老伴儿先去做饭吧。趁着这个功夫，老爹赶紧把陈阳拉到一边。我知道劝不动你不上山，但你一定注意安全，找几个人跟你一起上山。知子莫若父，老爹虽说平时不苟言笑，但最了解儿子。爸，你放心，老皮家借了我一把苗刀，安全得很。李婶的孙子多半是被狼叼走了，我明天去队上找几个民兵，让他们跟你一起上山，人家受过训练，不比你差。那可不一定。陈阳上辈子经过专业野外求生训练，荒野狩猎和求生的本事，包括射击和近战肉搏，都由权威的退役特种兵传授，身上有一半特种兵的本事。吃饭了。这时，老妈的声音从厨房传来。第二天，陈元朝找到了民兵队长，说明了山上有狼的情况。民兵队长决定要往上通报这件事，组织民兵上山打狼。陈队长，我儿子对山上熟悉，让他和你们一起上山吧。队长叫陈卫国，也是个退伍军人，但没有上过战场，对陈元朝这种经历过战火洗涤的老兵格外敬重。老班长，说句不好听的话，我怕带他上山，其他人会有意见。毕竟打狼这么危险的事，他要是拖了大家后腿。陈队长，我用名誉保证，我儿子绝不会给你们拖后腿。陈元朝也想借着这次机会改变乡亲们对儿子的看法。行吧，那让陈阳在村口等我们。他之所以答应下来，只是不想让陈元朝失望。第二天，陈阳收拾好了，就带着叶儿黄来到村口。陈卫国和他叫上的3个民兵也来到了村口。
除了陈卫国手中一杆枪以外，其余每个人只拿了刀。你带小狗上山干什么？打狼。陈阳没有过多解释，陈卫国和民兵的脸色很难看。算了，准备上山。队长，我们就这么点人，要想在山上找到野狼，无异于大海捞针。你什么意思？我建议先去李婶家找他孙子的衣服，让叶黄闻一下，循着气味可以更快找到那些野狼。陈阳，你疯了吧？一条小狗崽子，你指望他在山里能闻到小娃娃的气味？别吵，我确实忽略了这点，没想到用狗来找野狼。这样，小刘，你去找老皮家，他家有不少好猎狗，你说明来意，让他借咱们一条。陈卫国也知道山上的事找老皮家最靠谱。那个去找老皮家的民兵离开后不久，又匆匆回来。陈队长，狗没借到。为什么？你没说咱们要上山干什么吗？队长，我说了，本来老皮家也痛快答应了，可老皮家问我哪些人上山打狼，我把陈阳说了出来。老皮家一听，立马就说陈阳带的那条狗崽子比他的那些狗厉害，让咱们听陈阳的就行。此言一出，陈卫国瞪大眼珠子，像看怪物一样看了眼陈阳。陈卫国带着众人来到李婶的家里。哎呦，我真是该死啊！我明明就一会儿没盯着，我的孙子怎么就没了？哎呦！年过半百的李婶哭得泣不成声。孩子失踪以后，李婶的儿媳就病倒了，只有他儿子出来迎接。陈卫国说明来意，李婶的儿子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一脸悲痛地递过一件小棉袄。陈卫国将棉袄递到叶儿黄面前，叶儿黄嗅了嗅，便轻快地汪汪犬吠了几声。走吧。陈卫国领着众人朝着牛心山走去。陈阳发现叶儿黄带着他们行进的路线，就是上次遇到兽狼的那条山路。陈队长，我建议你们都提高警惕，野狼恐怕就在附近。是不是快要到了？看情况是的。叶儿黄忽然停下了脚步，狗头盯着前方，口中发出呜呜的低沉声。三个民兵疑惑间，陈阳掏出腰间的古苗刀，陈卫国立马拉动枪栓。叶儿黄忽然对着前面的林子紧张地叫唤了一声。走在前面的民兵来到了一处草丛前。陈队长，你快来看！姓刘的民兵脸色惨白。众人上前一看，只见草丛中的空地上散落着一些带血的布条，草里面应该是李婶家的孙子，但已经被狼给啃的只剩一些碎骨。叶儿黄上次遇到了野狼，他知道那几头野狼的气味，你们准备好了的话，咱们就出发。你说他上次遇到过野狼，这是怎么回事？实话告诉你吧，陈队长，几天前我就在山上撞见了几头野狼，而且还和他们搏斗过，当时叶儿黄就在我身边。陈阳像是讲故事一样讲得云淡风轻，只不过陈卫国和三个民兵却是听得心惊肉跳。你说你遇到了几头野狼，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陈阳并没有回答。你觉得我们能不能对付那几头狼？能。好，出发，让叶儿黄带路。弟兄们，拿起家伙，提高警惕。陈卫国走在最左侧，举起枪，瞄准前方的黑暗。陈阳想要跟上，却被陈卫国命令在最后方，不要拖后腿。陈阳没有辩驳，也没有抗争。突然，一个民兵忽然的尖叫一声，他脚不知卡在了什么地方。小刘，你怎么了？另一个接近他的民兵顿时脚下一空，整个人也瞬间陷入到地下。是山荡，你们快离我远一些！陈卫国听到山荡二字，脸色骤变。所谓山荡，由于特殊的山体构造形成的类似洞穴的深坑，运气不好的可能直接掉入深坑中，再也爬不出来。你们别慌，千万别乱晃动，看看能不能尝试爬起来。不行，队长，我的脚好像卡在石头缝里了。我也是，我感觉脚下很空，好像随时会下滑。周围的林子内忽然传来了几声狼嚎，接着灰色的狼影在林间穿梭，快速朝陈卫国等人逼近。狼来了！陈卫国几人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很快，一头野狼飞快窜出，张开血盆大口就朝民兵的脖子咬去。一抹寒光猛然亮起，手提古苗刀的陈阳宛如杀神降临般，对着野狼的脖子手起刀落。这一幕来得太突然，那个民兵呆滞着，露出惊恐的眼神。陈卫国心中一阵胆寒，仓皇地抬头看向陈阳。那小子怎么这么厉害？陈卫国看向陈阳的眼神变得极为复杂，既有震撼，又有惊讶，甚至还有一丝恐惧。陈阳，我来帮你。别碍事，去救人。一声冷喝，直接让陈卫国呆愣到原地。陈阳面对几头扑来的野狼，不仅不胆怯，反而一股杀意涌上心头。那几头狼也是认出了陈阳，当即张开獠牙，率先朝陈阳咬来。陈阳一个侧身躲避的同时，手握古苗刀，顺手朝着这头野狼挥出。仅仅几个呼吸，陈阳就干掉了2头狼。陈卫国永远都不会知道，眼前的陈阳曾经在西伯利亚雪原上是仅凭一把开山镐就能和北极狼群鏖战的狠人。剩下2头野狼见2个同伴双双毙命，却没有逃走，反而分散到了陈阳的左右两侧，对陈阳成夹击之势。2声狼嚎之后，2头野狼同时朝陈阳冲了过来。他用刀将狼的尸体高高挑起，在右边那头狼冲来时，陈阳狠狠地将狼尸甩了过去，砸向那头野狼。左边的野狼没有料到陈阳会这么快就将古苗刀对准了他，干掉左手边的野狼后，陈阳直接将手中古苗刀用力扔出，精准地扎入那头野狼的后背。今日一战，他体验到了古苗刀的威力。你们看着我干什么？陈阳这才注意到陈卫国等人一个个如雕塑般盯着自己，脸上满是惊愕的表情。陈阳接连干掉好几头凶猛的野狼，让现场的气氛极具压迫感。陈卫国过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快，赶紧把他们拽出来。哦，好。另一个民兵也如梦初醒。你们没事吧？不行，陈队长，我脚崴了。
能不能坚持下山？我没事。他脸上没什么痛苦之色，但眼中透着几分迷茫。队长，刚刚那个人是陈老二不？陈阳这小子深藏不露，我们以前都看走眼了。众人沉默了一会儿。队长，这些狼咱们怎么弄？要不要把肉割下来带回去吃？缺衣少食的年代，任何肉都弥足珍贵。这些狼是陈阳弄死的，狼肉应该归陈阳，不管他怎么处理，你们任何人都不准有意见。其实，就算陈卫国不提醒，几人也不敢跟陈阳闹分歧。刚才惊心动魄杀狼场面，让他们对陈阳心生忌惮。陈阳，这些狼是你弄死的，怎么处理他们由你说了算。陈阳有些意外，没想到陈卫国竟然没有仗着队长的身份把狼肉霸占。我要狼皮和狼毛，再要20斤狼肉，其他的你们分了。众人一愣，没想到陈阳会这么慷慨。我们可以帮你把狼肉割下来，再帮你把狼肉和狼皮背回去。陈卫国为人很讲原则。陈队长，我得批评你一句了，我们今天一起上山打狼，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是兄弟就不要分彼此，有好东西应该大家一起分享。陈阳用一套兄弟论，把众人说得一愣一愣。陈阳，不是陈大哥，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谢谢你的狼肉，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别说什么报答我了，你们都听我的，赶紧把狼肉分了，然后下山回家。既然陈阳都这么说了，大伙儿都动起来吧。但是有一点，你们可不能忘了陈阳今天的恩情。3个民兵齐刷刷的点头，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之下，处理好了狼肉和狼皮。你们先回去吧，我去趟李婶家。陈阳知道陈卫国刚刚在山上将李婶孙子的残骸包了起来。陈阳拎着狼肉送到了老皮家的家里，然后给老皮家讲述杀狼的经过。几头没有狼王的野狼，跟野狗没什么区别。等你以后能宰了狼王，那才叫有本事。狼王是野兽中极具智慧的领袖。老爷子，你宰过狼王？哼，狼王算什么？我年轻那会儿连老虎都宰过。陈阳心中颇为震撼，他知道老皮家绝不是吹牛的人。2人又聊了一会对付大型野兽的经验。老爷子，我先走了，下次再来找你。回到家时，老爹和老妈正要出门。你爸说你上山了，我听说山上有狼，你没事吧？刘淑芳见陈阳没事，这才松一口气。李婶的孙子咋样了？你们上山打死了狼没？狼打死了，但李婶的孙子也没了。陈阳简单将山上的过程讲给了父母听。听完之后，刘淑芳狠狠地瞪着陈元朝。陈元朝，这么危险的事情你都敢让儿子干，你脑子糊涂了？我知道我儿子的本事，我让他上山是为了给大伙儿出力，这是光荣的事。陈元朝难得硬气一回。你别怪我狠心，你要让村里人都知道，你不是以前那个混账东西了。爸，我明白你的意思。民兵和陈队长都是帮了忙的，可得好好谢谢人家。放心吧，我给他们分了不少狼肉。陈元朝注意到陈阳拿着一堆毛茸茸的东西。这是什么？是狼皮，这些狼皮是好东西，哪天我找机会卖了，去换辆自行车来。自行车？儿子你有出息了。在70年代，自行车可不只是交通工具，还是具有一定财富和身份的象征。瞧把你高兴的，自行车哪有这么好买？要有票，这票可不好搞。没事的，妈相信你以后一定能挣回一辆自行车。老爹知道陈阳今天够累，于是赶快让陈阳进去休息。陈阳现在还有最后一件事，就是把林安柔的话带给林安瑜，犹豫了很久，才忐忑地敲了敲房门。安瑜，你姐姐托我给你带句话。房间内传来了脚步声，下一秒，林安瑜的房间打开了。什么事？你姐已经收到你的信了，她让我跟你转达一声，她会帮你想办法的。我不打扰你休息了。陈阳本想安慰一句，但转念一想，还不如不安慰。说完便离开了。林安瑜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刚刚在屋子里，他就已经听到了陈阳上山打狼的事。林安瑜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狼，只在书中知道狼的凶残。第2天，陈阳的房门被敲响。陈阳，别睡了，镇山的领导来看你了。听到动静，陈阳起身出了房门。镇长，他来干什么？陈卫国把你英勇杀狼的事迹报给了镇上，今天马镇长亲自来见你。啊！陈阳有些意外。收拾好没有？别磨蹭了，马镇长都到村口了，赶紧让陈阳去洗把脸。陈阳洗漱完，在院子里等待。陈卫国正好领着一个中年男人走进院子，后面还乌泱泱地跟着一些人。老班长，这位就是马镇长。马镇长，这位是咱们村的退伍老兵陈元朝，还参加过光荣的4位反击战呢。陈老哥，你好，你好。马镇长一把握住陈元朝的手。陈老哥啊，你是英雄老兵，你儿子是打狼英雄，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啊！感谢领导的肯定。众人赶紧把马镇长请进了屋里。陈卫国将陈阳昨天在山上如何一人战4狼的过程讲得声情并茂。好小子，有勇有谋，敢为人先，勇于担当啊！马镇长竖起大拇指。老爹和老妈听到马镇长的夸奖，顿时笑容满面。你这次立了不小的功劳，有没有什么想要的奖励？马镇长，陈阳打狼不是为了奖励，是为了乡亲们的安全着想。我知道，陈老哥，一码归一码，咱们也不能亏待了打狼英雄。就是老班长，听听陈阳要啥奖励？陈阳首先想到的是自行车，可转念一想，自行车太贵重，还不如跟马镇长搞好关系。马镇长，我就是为了找到李婶的孙子，为乡亲们解决狼患。要奖励的话，那我的初衷就变了。陈阳态度不卑不亢，显得极有风度。马镇长瞬间怔住了。好，陈老哥，你可真生了个好儿子啊！这小伙子有意思。陈元朝哈哈的笑，但心中却疑惑陈阳是从哪里整来的一套说辞。
还挺像模像样的。老妈也捂着嘴感叹儿子太懂事了。陈阳啊，你打掉了那几头狼，让我们周围几个村镇安宁了下来。你不要奖励也行，以后有什么困难到镇上找我，我一定合理满足你的诉求。陈阳等的就是这句话。谢谢马镇长。老爹张罗着马镇长在家里吃饭。这次下来，除了来看望陈阳，也顺便落实牛家湾村长空缺的事。到时候搞个民主投票，推选一个新村长。陈阳记住，有困难就来找我。送马镇长离开以后，陈家安静了下来。这时，林安瑜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安瑜又要寄信呀？对，寄给我姐姐。听到没？明天去一趟镇上，把信交给安柔。没问题，我明天顺便去一趟省城。你去省城干啥？张主任不是说让我空了去找他吗？顺便再把之前抓到的欢子卖到药铺去。第二天一早，陈阳先来到了牛家镇小学。你小子还敢来啊？大爷，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帮我叫一下林老师呗。本卫士老头一脸不悦地应承下来。陈阳将信递给林安柔，林安柔读完了信。你看吧，我就知道。我能看吗？有什么不能看的？陈阳也怀着好奇心读起来。林安瑜在信中表示自己有些无聊，想让林安柔给他找一些书，既能打发时间，又能巩固知识。看样子安瑜并没有气馁，他这是要继续深造啊。林安柔直勾勾地盯着陈阳。你干嘛？你什么时候会认字的？陈阳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这才想起自己年轻时不认识字。我早就觉得奇怪，你现在说话也咬文嚼字了。气馁、深造这种词是你说出口的吗？大惊小怪，我在你离开的这2年一直在用功认字。是吗？不然呢？陈阳摊了摊手，摆出一副爱信不信的表情。我最近没什么时间，既然你认字了，那你去替我买些书吧。陈阳忽然有了逗弄林安柔的心思。我感觉都成了你们2姐妹的免费劳动力了，送信、买书，还得去省城，你要累死我啊！对不起啊，是我不对，我光想着我妹妹的事情，忽略了你的感受。陈阳愣了一下，没想到自己开的玩笑竟然会让林安柔局促不安。安柔，我跟你开玩笑的。开玩笑？我正好要去省城，顺路把书买回来就行。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生气了。我应该给安瑜买什么书？数理化自学丛书和10万个为什么吧。安瑜对这些支教类的书籍很感兴趣。好，我先走了。陈阳带着欢子来到了荣德堂。小伙子，你晚了2天。李明玉表情有些不悦。老先生，实在抱歉，前段时间家里有点事耽搁了。陈阳没过多解释，将笼子摆在柜台上。欢子难得是活的。李明玉见状，气色缓和许多，拿出30块钱。谢谢老先生，记住，下次别迟到了。知道了。离开荣德堂，陈阳直奔滨阳机械厂，在门卫带领下来到了主任办公室。小陈啊，你可算来了，来坐。张主任笑眯眯招呼陈阳。张主任，实在不好意思啊，在你日理万机的时候跑来打扰你。哪里，我不是说了让你脚伤好了之后来找我吗？正好我也有事找你呢。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一定竭尽全力。哈哈哈，不必这么严肃。张主任先是关心陈阳的脚伤，得知陈阳已经无碍后，又询问了牛心山上狼的事。我这脚好了，山上的狼也处理掉了。您想上山打猎，说个时间就行。你这样说的话，我还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还真就想请你带我们再去牛心山打些野味回来。除了你以外，难道还有其他人？还有我一个朋友，我那个朋友不会打猎，但他想体验一下原始大山，一直希望我带他去。你觉得如何？陈阳清楚带个新手进山肯定会有风险，但为了请张主任帮忙，陈阳决定答应下来。我觉得可以，不过我这里有件麻烦事，想问问您的意见。说出来听听，看我能不能帮到你。陈阳果断进入主题，把林安瑜想当老师的事讲了一遍。你想怎么帮他？林安瑜能力没什么问题，他主要是差一个有能力的单位推荐。我想让我那个朋友来机械厂上班，如果可以的话，到时候再以机械厂的名义推荐他去当教师。你这个想法不错，但是太麻烦了。我们机械厂的工位可是很紧缺的，现在有多少人挤破了脑袋想进机械厂？说到这里，张主任意味深长地看向陈阳。你说的那个朋友，是上次我去你们家看到的那个姑娘吧？果然，什么都瞒不住张主任，的确是他，但绝不是因为和他的关系，而是因为他真的有能力。我信你，就凭你的人格，我都可以直接想办法把那姑娘安排来我们机械厂上班。但是我有个更简单的办法。什么办法？就是你和我一起上山打猎，陪好我那个朋友。朋友2字，张主任特意加重了语气。请问您的朋友是？他在市教育局上班。说到这里，张主任点到为止，并没有透露对方的具体工作。张主任说的模糊，但陈阳却听了个明明白白。张主任放心，我一定带您和您的朋友在咱们牛心山痛痛快快打猎。哈哈哈，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难怪薛厂长会喜欢你，估计我那个朋友见了你以后也会很喜欢你的。那咱们就这个星期天见。那我回去准备了，保证完成领导任务。陈阳马不停蹄来到书店，却被告知那2本书已经卖光了，不知什么时候能补货。除了张主任以外，陈阳在省城认识的人不多。陈阳决定去老岳那里问问办法。你这么晚过来是要卖什么药材吗？陈阳说明自己的来意，他希望在省城的老岳能帮忙他盯着书店那2本书，到货了希望老岳先买下，等自己来省城的时候再把钱补给老岳。这件事是我的私事，真不好意思麻烦您。这个事情不难，我正好有个病人是新华书店的管理人员，我跟他说说，要是有数理化自学丛书这本书，让他先留下1本，到时候你去取便是。陈阳闻言顿时喜笑颜开。还有1本10万个为什么？
这本书2年前我给我孙子买了一本，他早就看完了。我一会儿给你找找。对了，有个好消息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什么好消息？老岳在抽屉里取出一个本子。找到了。北方有个大药店，需要一些虎骨、麝香、熊胆这一类药材。小伙子，你有没有办法弄到？这些可都是稀有名贵药材啊！这些东西只有牛心山的深处才有。临走时，老岳叮嘱陈阳量力而行。北方的大药房想要花钱，恐怕得等一段时间了。安全第一，那就让他们等吧，哈哈。目前陈阳手上有了100多块钱，他打算给老妈和老爹买衣服，再给林安柔和林安宇买条裙子。咱们这是自己生产的布拉吉，只要25块钱一条。柜员拿着衣服推销着。再来一条一样的，都给我包起来。柜员见状，眼睛一下就瞪圆了。2条你都要？2条尺码一样的。柜员脸上透着迷茫的表情，他打量了一下陈阳，想不通这个看起来不富裕的农民哪来的这么多钱。没办法，我们那娶媳妇要买2条裙子，我掏光积蓄阔气一回。陈阳不想招摇，于是编了个理由。柜员一听，相信了陈阳的话。现在的农民也挺会赶时髦的，连城里姑娘的裙子都想穿。陈阳又给老妈买了衣服，加起来一共花了90块钱。现在身上还剩下12块钱，完了还没给老爹买衣服。于是陈阳转头给老爹买了一双7块钱的解放鞋。买完衣服后，陈阳轻车熟路来到了牛家镇小学。又来找林老师啊？进去吧。大爷，你现在放我进去了？老子心情好，你有意见？老头没说这是林安柔的意思。过了10多分钟，林安柔和上回见过的那个年轻女孩朝宿舍走来。看到陈阳，林安柔转头对女孩轻声耳语了几句，女孩点了点头，便朝宿舍走去，时不时看向陈阳。他为什么看我？你看人家干嘛？林安柔走了过来，踢了一脚陈阳的背篓。别踢，里面装了好东西。神神秘秘的，里面装了什么？你猜猜。快点，我等会儿还要上课。陈阳脸上大写的福气，取出了那条长裙。咦，你这是？我昨天不是去省城了吗？专门给你买了一条裙子回来。林安柔接过陈阳的裙子，放在身前比了比，但随后又把裙子还给了陈阳。你不喜欢吗？不是不喜欢，你为什么要送我裙子？是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林安柔双手环抱在胸前，盯着陈阳。你好像不属鸡。别装糊涂了，你为什么要给我买裙子？这种裙子很贵的。林安柔很感动，只是不忍心陈阳花钱。我不止给你买了裙子，还给安宇、我妈、我爸都买了衣服。林安柔目光落在背篓里，表情微微滞了一下。陈阳，你这得花多少钱啊？是挺多的，可是给你们花钱，我心里舒服。林安柔闻言打量了下陈阳。你呢？你没给你自己买一件衣服吗？我经常上山，林子里乱糟糟的，不适合穿新衣服。林安柔印象中的陈阳，以前恨不得每1分钱都花在喝酒打牌上，现在彻底变了一个人。你眼光真好，买的裙子真好看，安宇肯定会喜欢的。真的吗？应该是吧，反正我很喜欢。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送我衣服。小时候我爸妈不是也给你买过衣服吗？那不算。为什么不算？不算就是不算，跟你说也说不明白。林安柔瞪了陈阳一眼。你喜欢就好，这次钱花的差不多了，等我再挣到钱了，我再给你买。你不把钱存着娶媳妇呀？不跟你说了，马上要上课了。林安柔在陈阳的坚持下拿过了裙子。陈阳看着林安柔的背影，心想今天的林安柔真是奇怪。陈阳，这个周末有空吗？怎么了？听说石桥县的杜鹃花开了。那又怎么了？杜鹃花开了，你周末有空没？陈阳想到周末和张主任打猎的事。周末我得上山。林安柔眼中闪过一抹失落。林安柔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宿舍。回到家，陈阳背着背篓走进里屋。你把筐拿进屋干啥？怎么想把一桌子菜打包啊？妈，你看。陈阳放下背篓，翻出给老妈买的衣服。什么东西？给我买的吗？我这不去省城了吗？就想着给你带点东西回来，怎么样？好看吧？这得花不少钱吧？老妈好奇看向背篓，发现里面还有一件裙子。这时林安宇走了过来，老妈给了陈阳一个鼓励的眼神。老爹不动神色地坐着，但眼睛不停朝这边瞟。陈阳赶紧把鞋从背篓里拿出。爸，你试试合不合脚？吃饭是什么事就知道浪费钱。老爹一听，嘴角不自禁扬了扬。你爹是山猪吃不惯细糠，别管他。安宇，这衣服阿姨穿着怎么样？您穿着好看，显得年轻。是吗？陈阳买的，他眼光还不错吧？此话一出，瞬间安静了下来。阿姨，衣服真的很好看。林安宇给了个不伦不类的回答。老爹见状，赶快催促众人吃饭。然后陈阳拿着10万个为什么出现在了林安宇的房门口。安宇，你要的书我带回来了，还有一本书店暂时没有，不过你放心，我已经托人帮我盯着，只要有了那本书，我就给你带回来。林安宇打开了门，站在门口，伸出一只手。陈阳赶忙将书交给林安宇。安宇，这条裙子也送你。林安宇没有反应，僵持了一会儿。不好意思，是我擅自做主了。说完，陈阳转身回去了。到了周末，张主任来了，身后跟着一个模样斯文的中年人，还背了一把枪。小陈，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市教育办公室的蒋主任。蒋主任好。陈阳赶紧和蒋主任握手。果然是青年才俊，别叫我蒋主任了，我姓蒋名国文，可以叫我一声国文哥。蒋主任开玩笑了。陈阳便招呼两人进屋。就不进屋了，
直接上山怎么样？都可以啊，张主任，我听你们的。那我们现在出发。陈阳带着提前蒸好的10几个白面馒头，当做3人的口粮。但后来陈阳才知道，张主任和蒋国文其实也带了压缩饼干，也亏了这些压缩饼干在山上救了他们一命。下了雨的山路十分难走，走了一段路以后就没人说话了，全都闷着头。就这样爬了1个小时，张主任和蒋国文都累得哼哧喘气。陈阳没办法，只能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休息了10多分钟，蒋国文迫不及待想打猎。要不咱们现在继续往上爬，等走个2、3公里，野物也就多了。行，那咱们赶紧上山。3个人深一脚浅一脚，继续往山上爬。没多久，前面有个黑影闪过，叶二黄立马犬吠起来。怎么了？没太看清，看样子像是一只野兔。野兔？蒋国文脸上露出惊喜之色，就取枪想追过去。蒋主任，野兔跑得太快，咱们追不上，算了吧。蒋国文有些不甘心，没说话，看向了后面的张主任。小陈，还有别的办法弄到野兔不？有，打野兔最好的办法是弄陷阱。蒋国文皱着眉，那这个陷阱多久能抓到野兔？蒋主任，这可说不准，需要看运气。那怎么能行？为了一只兔子这么费事不划算，咱们手里有家伙，让山里的野物也见识见识坚硬的子弹。陈阳见状没说话，张主任想说2句，蒋国文已经继续前行了。张主任只好苦笑一声，他也觉得蒋国文的想法天真。蒋国文走得很急，好几次差点滑倒。国文啊，慢点。老张，别啰嗦了，都快中午了，咱们还一箱未放，得抓紧时间找到猎物。张主任没办法，只好跟在蒋国文后面又走了半个小时。2人休息，陈阳提出去附近探路。国文啊，不是我说你，你也太心急了，下过雨的路多难走啊。今天咱们随便逛逛，等会儿就下山算了。那怎么能行？老张，咱们好不容易来一次，还没见着野物呢，怎么能打退堂鼓？你呀，就是惦记玩你那把破枪，以后有的是机会上山打猎。听我的，等会儿就下山，下次再来。老张，我得说你2句了。蒋国文一脸埋怨地看向张主任，我以为陈阳真像你吹的那样，怎么厉害，结果呢，打个兔子还去做陷阱，我看也不怎么样。话不是这么说的，国文，前段时间这山上出了野狼，这小子一个人就干掉了好几头，这事情都传到牛家镇了，你可别小瞧了他。狼算什么？不就是不会摇尾巴的狗吗？真正的猎人都是斗猛虎战熊抱的。国文，你在办公室待太久了，那些评书演绎都是瞎吹的，我不跟你扯了。陈阳将馒头取出来分给张主任和蒋国文，蒋国文没要馒头，掏出了一块压缩饼干。3人各怀心思吃着口粮，基本没有说话。20多米外的草丛边上有一个灰蒙蒙的身影，蒋国文立马扔掉手里的压缩饼干，着急忙慌地取下枪，但叶二黄早就发现了野兔的踪迹，悄无声息地摸了过去。野兔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条小猎犬正悄悄朝他靠近，照这个进展，那只野兔必定逃不出叶二黄的狗嘴。看到这一幕的陈阳心里瞬间踏实了下来，心想等叶二黄搞定野兔，今天也不算白来。耳边却传来一声清脆的子弹入膛声，在寂静的林子里十分突兀。野兔听到声音，吓得猛一激灵，嗖的一下不见了踪影。陈阳感觉从叶二黄的脸上看到了一条狗的无奈。哎呦，他怎么跑了？老张，跟我上。张主任来不及叫住蒋国文，叶二黄冲陈阳委屈的呜呜了几声。没事的，有猪队友，怪不得你。国文，别追了。蒋国文跟中了邪一样，埋着脑袋硬追。赶紧劝一下蒋主任吧，他再这样闷着头跑，咱们今天别想下山了。我劝不动他，你别看他挺斯文，其实骨子里犟得很。蒋国文一口气在林子里跑了几百米，直到他实在跑不动了，才不情愿地停了下来。国文呢？咱们回去吧，一会儿天黑了，我们都回不去。蒋国文没有回应张主任。哎呦，你这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过了好一会儿，蒋国文恢复了不少。老张，帮我拿着，要不是包里东西太多，我刚刚就追上了。你包里装了什么东西这么沉？张主任翻了翻蒋国文的军挎，包里放着一只手电筒、一副手套，甚至还有一只无烟炉。除了压缩饼干以外，还有绷带和酒精一些零碎的东西。国文，你带这些东西干什么？打猎肯定要带一些装备，要不是来得匆忙，我连帐篷都想带上来。就在这时，叶二黄忽然躁动起来，发出了紧张的声音。叶二黄，上一次叶二黄这样还是遇到那头兽狼的时候。张主任也注意到叶二黄的反应。妈的，我必须追到那只兔子。蒋国文迈开腿，继续往前跑。国文，等张主任反应过来，蒋国文已经跑出了7、8米远。叶二黄突然大叫了2声，陈阳立马抽出了骨苗刀，张主任赶紧扔掉军挎，反手抽出弓箭。国文，快停下！老张，等我打个兔子有你认错的时候。蒋国文以为张主任又要劝他回头，可叶二黄的叫声越来越急促，远处一棵树的树上簌簌响了一下。陈阳诧异地抬头看去，就看到那棵树上有个尖尖的脑袋探了出来，模样像狗又像猫。陈阳见状，脑子瞬间嗡了一下，是狗豹子。这时张主任也发现了狗豹子，脸色瞬间一沉。狗豹子是典型的食肉类猛兽，喜欢吃猴子，咬合力惊人，能轻易咬碎猴子的天灵盖。他对着蒋国文做出即将起跳扑咬的动作。国文，小心头顶！蒋国文命不该绝，他听见了喊声，下意识抬头往天上看去，狗豹子一跃而下，蒋国文慌乱中扣动了扳机，可惜没中。蒋国文慌了神，吓得掉头就跑。张主任这时反应过来，射出一箭，也射偏了，但吓得狗豹子窜到了别处。张主任，你去找蒋主任，
我来对付那头狗豹子。说完，陈阳跑了过去。张主任一时间找不到蒋国文的踪迹。停下，别往前走。张主任身体一震，蒋主任不见了。果然。什么？陈阳指着地上一条地缝，这是山荡。是啊，山荡通常不会只出现一个，周围应该还有不少。上一次陈阳和陈卫国几个民兵上山打狼时就遭遇了山荡，而蒋国文很有可能就是掉入了山荡。我们找找吧，注意小心脚下还有那头狗豹子。不远处的草丛中，蒋国文的那把枪就躺在地上，旁边就有一个黑洞洞的山荡，目测档口30多公分宽。陈阳走到山荡前，探身往里面张望，山荡里面黑漆漆一片，压根看不到里面的情况。陈阳将枪捡了起来。张主任，来我这里，我马上来。张主任闻声就要朝着陈阳走来，突然几十米开外的陈阳竟然举起了枪，对准了自己。小陈，一声枪响，张主任感觉耳边有什么东西划过，这一瞬间，张主任脑海中只有一个意识：陈阳朝自己开枪了。张主任，你回头看看。张主任转过头，只见他身后的狗豹子脑袋上面赫然一个弹孔。张主任，你没事吧？张主任神魂未定，没事。他看着狗豹子的尸体，心中仍有余悸。这狗豹子到底是什么时候过来的？我听老一辈讲说，这狗豹子又善于爬树，比猫和猴子还灵活，走路无声。它专咬猎物的颅骨，像碎核桃一样，能把猎物的脑袋咬开花。陈阳知道，根据21世纪的研究发现，狗豹子其实是上古猛兽剑齿虎的后代。不过陈阳没法把后几十年的事告诉张主任。原来如此，陈阳，救命之恩，我张某人不敢忘。张主任向陈阳鞠了一躬。张主任，您太客气了。他知道今天张主任欠了自己一个大人情，这趟上山已经值了。先不说这个了，咱们快去找蒋主任吧。对。陈阳带着张主任2人来到了刚才发现的山荡，他弯腰冲着山荡内大喊：国文，你听得到吗？目前不知道蒋主任的情况，运气好的话，他可能摔进荡里昏了过去；运气不好的话……陈阳没再说下去，转头看向周围的林子。张主任，我去搞些藤条过来，编一条绳子，然后下去看看情况。行。陈阳钻进林子后，张主任站在山荡旁，继续对着山荡里喊着蒋国文的名字。叶儿黄叫了一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叶儿黄今天叫得有些反常。10多分钟后，陈阳抱着一大捧藤条走到一处空地，开始编制藤绳。叶儿黄又跑到来陈阳跟前。叶儿黄，你鼻子怎么弄得这么脏？陈阳注意到叶儿黄似乎刨过土，叶儿黄叫了2声，转身又消失了。陈阳没在意，低头继续编着藤绳。过了半小时，终于编好了一条20米长的藤绳。不知躲在何处的叶儿黄又叫了一声，叶儿黄的叫声中夹杂着一丝莫名其妙的亢奋，让陈阳感觉很奇怪。不知为何，一股莫名的不安涌上心头。国文没事了，国文没事了。不久前，张主任再次呼喊，山荡里竟然传出了蒋国文微弱的回应。蒋国文让张主任把他的军挎扔下去。蒋国文摔入的山荡很深，本来按照正常情况，他摔进去必死无疑，但偏偏蒋国文运气好，掉进山荡以后，落在了岩壁间的藤蔓上，极大的缓冲了落下的蒋国文。蒋国文闻到周围有一股淡淡的草木刺鼻气味，闻着特别舒心。国文刚刚告诉我，他怀疑是什么草药的味道，让他苏醒了过来。陈阳心想，在不见光的山荡里有草药很稀奇。陈阳将藤绳放在地上，准备等下把绳子扔下去，让蒋国文顺着绳子爬上来。国文，陈阳专门为你编了条绳子，我们马上把你拉上来。就在这时候，再次传来叶儿黄的一声吠叫。叶儿黄不知为什么乱叫，他叫得我有些心绪不宁，我们得小心一些，尽快把蒋主任救出来。蒋国文摸出手电筒，他看到了一旁的岩壁上生长着一株长相奇怪的植物。这是……蒋国文是知识分子，看过《本草纲目》，他一眼就认出这株植物是何首乌。何首乌是十分名贵的药材，从幼苗长到成熟就需要花费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妈呀，这么大的何首乌，怕是长了有200-300年吧？蒋国文没想到自己掉进山荡里，竟然会意外发现一株几百年的何首乌。快拉我上去，我发现了何首乌。什么？山荡外，张主任只听到蒋国文要上来，却没听到后面的话。蒋主任说他发现了何首乌。何首乌，那我们赶紧把他拉上来。就在张主任话音落下的同时，急促的犬吠声从林中响起。陈阳咯噔一下，他看到叶儿黄身后几十米外突然冲出一群狗豹子，目测起码有40-50只。张主任见状，脸色巨变，下意识就要张弓搭箭。没用的，狗豹子太多了，他们跑得也快，用弓箭根本挡不住他们，我们只有躲进山荡里才有可能逃过一劫。躲进山荡？对，张主任，你去把绳子绑在旁边的树上，我来拖延时间。陈阳猛地一拉枪栓，抬起枪就扣动了扳机。几十米外，7-8只狗豹子应声倒地。陈阳在扣扳机，却传来空弹的声音，而弹药在蒋国文的军挎里刚刚被扔到了山荡中。小陈，绑好了，咱们撤。你先撤。张主任见状，一步来到山荡边，顺着绳子就往山荡内爬去。老张，没事吧？你们怎么下来了？没事。张主任喘着粗气向蒋国文讲述他们遭遇了一群狗豹子的事。老张，你受伤了？没什么，都是些擦伤，刚刚爬下来的时候弄的，不碍事。在手电光下，
陈阳和张主任看到了蒋国文口中的那株何首乌，这么大。陈阳微微吃了一惊，纵然他上辈子富甲一方，也没见过这么大的何首乌。保守估计，这株何首乌要是拿去卖，起码能卖700-800块钱。博文，没想到你掉进山洞里，居然能碰上了这么大一株何首乌。这就是天意，这株何首乌起码有200年了，咱们这次没白来。蒋国文将何首乌放进军挎里，我有门路，这株宝贝肯定能卖个好价钱。等卖了何首乌，少不了你那份。算了吧，我没那福气，我就想着怎么能从这里出去。张主任脸上忧心忡忡，看样子咱们只能试试找其他的路了。陈阳果断带头，领着张主任和蒋国文一路摸索，走了一段路，几人又累又饿，只能坐下来先吃东西。折腾了一天，3人只能在地上睡一晚。第二天，蒋国文已经没了精气神，张主任冷得直打摆子，有了发烧的趋势。3人继续摸索，临近中午前，终于发现了洞口。然而，陈阳出洞口时，他背后传来了一声哼唧声。陈阳心里咯噔了一下，就看到一头野猪正站在他身后。蒋主任，你们先别出来。张主任和蒋国文的身体都已经不能支撑和野猪战斗了，出来只会更危险。领地意识极强的野猪在发现自己的领地内出现了一个体型高大的生物后，第一反应就是暴怒，直接朝着陈阳冲了过来。陈阳二话不说，抽出腰间的古苗刀，猛地一个侧身，提起古苗刀，朝着野猪的脑袋劈了下去。锋利的古苗刀如同砍在了一节杆子上。按照这个年代的物价，1斤家猪肉卖5毛钱，野猪肉也接近这个价，除去骨头和皮毛之类的，卖个60-70块钱应该不难。张主任和蒋国文出来时，张主任已经陷入半昏迷的状态。就这样，3人一狗终于脱离了危险。这野猪是你杀死的，咱们怎么把猎物运下山呢？先不管猎物了，现在先送张主任下山就医吧。让陈阳意外的是，蒋国文像是突然开了窍，意识到这次上山遇到的一堆麻烦事都是由他惹出的。他将装着何首乌的军挎摘了下来，递到了陈阳面前。陈阳，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蒋主任，你……陈阳愣住了，没有伸手去接。小陈，说句实话，其实上山以前我挺瞧不起你的。我觉得吧，人是最聪明的生物，有武器的情况下，上山打猎不是轻轻松松吗？可真到了山上，经历了一番磨难，我想明白了一些事。说到这里，他一脸愧疚地看向陈阳。我的大意莽撞，不仅差点害我丢掉性命，也害得老狼现在这样。我知道为什么老狼这么看好你了，拿着吧，没什么东西比命值钱。陈阳闻言接过了军挎，还想再说什么。行了，交流大会就此结束，救人要紧，咱们赶紧把老张送下山。好。2个小时后，终于回到了牛心山脚下。陈阳将枪还给了蒋国文。这枪虽然是好东西，但容易让人过于自信，以后我再来打猎，绝不带枪了。他这话一出口，让陈阳愣了一下。之前老皮家也说过类似的话。蒋主任，下次你要上山打猎，还来找我。一定的，小陈，后会有期啊。陈阳站在村口，看着卡车渐行渐远。由于蒋国文着急送张主任去医院，陈阳一直没来得及把林安宇想当老师的事告诉给蒋国文。陈阳在家中休息了好几天，时不时在院子里发呆，思考一向独来独往的狗豹子为什么当时会成群结队袭击他们。第4天，陈阳领着叶二黄又上了一趟牛心山。恰恰在这天，陈家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叫刘喜的青年出现在了陈家门口。陈父陈母看到刘喜的出现，还有些意外，以为这个刘喜是来看望他俩的。毕竟当初刘喜在牛家湾插队时，承蒙了陈家不少照顾。叔叔阿姨，我在城里的教育局工作，这次回来啊，是专门来向林安宇提亲的。提亲？陈元朝愣了一下。当陈阳赶到家门口，安宇同志，我现在在教育局工作，我知道你前段时间给小学头介绍信的事，这件事对我来说轻轻松松。陈阳看到自己父母坐在板凳上，面色古怪，林安宇竟然也在老妈身旁站着，唯有一个陌生青年侃侃而谈，声音聒噪浮夸。小兔崽子，怎么现在才回来，又跑去哪里鬼混了？陈阳心说自己上山逮兔子的事，老爹是知道的。哎呦，这是陈二娃吧？这么久不见，长成一个小伙子了。陈阳打量了下刘喜。你是？刘喜，前几年我在你们这里插队，住杨大爷家，下大雨杨大爷的屋子塌了，我到你们家住了几天，你还记得吧？陈阳想起来还真有这回事。刘喜没事的时候就爱往林安柔和林安瑜的房间里钻，拿几本破书，美其名曰探讨文学。安瑜，你要当老师的事完全可以包在我身上，到时候你去了省城，我给你安排宿舍。林安瑜没有反应，老妈抬头看向林安瑜，张嘴想说什么。你怎么保证安瑜能当上老师？我现在是省教育局的一名科员，我们蒋主任很青睐我，将下半年省教育督导提案交给我来执笔。教育督导是教育局的常规工作事项，每年都有，说难听点就是个干杂活的。你说的蒋主任是不是叫蒋国文？你知道我们蒋主任？安瑜，你怎么打算的？一直没有动静的林安瑜听到陈阳发问，却忽然朝着自己房间走去。刘喜见状，猛地一下起身。陈叔，安瑜他回去吧，安瑜有什么想法，我会帮你问个明白的。可是我……刘喜有些不甘心，还想说些什么。我爹都说了，你等通知就行。说完，陈阳将果篮塞回到刘喜手中，推着刘喜往院子走。砰的一声，关上了院门。老爹的脸色阴沉，老妈罕有的对陈阳发了火，拿着扫把，气势汹汹朝陈阳走来。你这个祸害人的玩意儿，老娘今天不打死你！第二天一早，陈阳走到院子，疼得直呲牙，他的身上被抽出了血印子。陈阳也知道不让老妈泄了这痛苦，接下来几天别想有好日子过，
所幸他也没躲。陈阳来到林安于的房间外。安于，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你打我骂我也行，别憋着，我不怕挨打挨骂，就怕你憋出了事。一喊完，陈阳就后悔了。果然，房间里一点动静都没有。陈阳心情郁闷，来到了老皮家家。一大早掉3个脸，咋的？来找我这个老头子的晦气？没有，大爷，我高兴不起来啊。老皮家养的猎狗竟然一反常态，全都围了过来。你这几天上山了？对，在山上待了几天。老皮家一听，上下打量着陈阳。你在山上那几天都干了什么？我在山上遇到了狗豹子，就是那种喜欢藏在树上偷袭人的畜生。陈阳比划自己当时杀狗豹子的场景。那不对呀，就算你弄死了狗豹子，也不该让我的狗对你这么感兴趣吧？你弄死了几头狗豹子？10多只吧。多少？老皮家激动的一下站起来了。10多只，那玩意儿成群结队让你杀，你跟我吹牛呢？我真没吹牛，我犯不着在你面前吹牛皮，是不是？他这几天也琢磨不通，狗豹子怎么会成群结队出来袭击他们。老皮家听完陈阳的话，沉默了一会儿。狗豹子的爪子是一种极为珍贵的驱食良药。哦，这样啊，跟我装傻是吧？你弄死这么多头狗豹子，就忍心看老头子我遭罪？你个白眼狼！陈阳一听，顿时明白老皮家是想要狗豹子的爪子治疗老寒腿。老爷子，我一头尸体也没带下来。如果他当初知道狗豹子的爪子这么有用，说什么也得给老皮家带些回来。暴殄天物了，我最近要发一笔财，到时候我去给你买些狗豹子的爪子回来。你个小兔崽子，你我都是靠山讨活计的人，用钱去买别人手上的山货，丢死人了！您先消消气，这样我再上山一趟，打些狗豹子回来。你以为那玩意儿等着你啊？那些狗豹子在山上死了几天了？差不多5、6天了吧。陈阳估摸着，那些狗豹子肉应该早就臭了，或者被其他野兽叼走了。这样，你把叶儿黄给我带回来。老爷子，你要干嘛？我上山，让叶儿黄带路，找那些狗豹子的尸体。那可不行，那群狗豹子我也没杀完，你年纪这么大了，万一碰上了他们怎么办？你别劝我，我这次上山要去看看这些畜生为什么会成群结队的出没，这不符合常理。我要是琢磨不透，晚上指定睡不好觉。陈阳没想到老皮家气性这么大。那我和你一起上山，行了吧？别，我一辈子独来独往惯了，山上的事我一个人能搞定。就在陈阳劝老皮家的时候，蒋国文再次来到了牛家湾。陈阳小同志，你在家吗？院子里响起了狗叫声。叶儿黄见到是蒋国文后就不叫唤了。叶儿黄，你家主人呢？这时走出了一个姑娘。是林安于，小林同志吗？你是谁？林安于没见过蒋国文，一脸警惕。别担心，我不是坏人，我是省教育局的办公室主任，我姓蒋。蒋国文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个小本，这是我的工作证，你可以先看看。林安于看了证件才相信。不好意思，蒋主任，您请进，您坐一会，我去给您烧水。小林，不用麻烦了，我说几句话就走。蒋国文从张主任口中得知了林安于的事，所以今天特意来一趟。我都开门见山了，听说你想当老师，但遇到了一些阻力，我今天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蒋国文从公文包里取出纸和笔，林安于脑袋嗡了一下。如果你的学历没有问题，只要写个申请和简单的自我表述就可以了。我可以当老师了。林安于心脏剧烈跳动了起来，他没想到困扰自己几个月的事，竟然马上就能实现了。请问蒋主任，您为什么会？哈哈哈，我知道你想问什么，现在没人，我就实话说了吧，我是受某个小子所托。听到蒋国文的话，林安于心中顿时五味杂陈。难道真是刘喜叫来的？林安于不想为了当老师而嫁给刘喜。谢谢蒋主任好意，我不能签。小林同志，你知不知道他为了你的事费了多少苦心啊？那他是白费苦心了。蒋国文心想，陈阳在山上出生入死，舍身忘我，连他都有些动容。小林啊，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他跟我们上山的时候，各种危险都硬着头皮上，救了我和张主任。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了让我满意，好帮你落实工作问题。他陪你们上山打猎。林安于听完蒋国文的话，察觉不对劲。怎么，陈阳回来没给你讲吗？林安于怔住了，他反应过来，请来蒋主任的不是刘喜，而是陈阳。好了，小林，不要有心理包袱。陈阳这小子不错，他如此豁出去推荐你，你要珍惜这个机会。林安于再次迟疑了片刻。谢谢您，蒋主任，我还想考虑一下。蒋国文不明白林安于为什么会无动于衷，但还是尊重他。好，考虑好了，让陈阳来找我，或者找张主任也行。说完，蒋国文离开了陈阳家。林安于望着空荡荡的院子。叶儿黄，蒋主任说的都是真的吗？陈阳还是没劝动老皮家，老皮家接走了叶儿黄。陈阳目送老皮家离开，忽然心情变得低落起来。林安于走到陈阳身后。今晚想吃什么？陈阳脑子机灵了一下。你在问我？不然呢？林安于见陈阳不说话，便朝着厨房走去。那就随便吃点吧。那随性的语气，仿佛只是一次正常的聊天。陈阳不懂林安于为何突然释放出了缓和信号。老妈先一步从地里劳作归来。昨天揍了你一顿，今天就不做饭了是吧？这时，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动静，老妈整个人都愣住了。她蹑手蹑脚走向厨房，探头往里面看了一眼。
里面那个是安鱼。是。哎，还是安鱼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半小时后，晚饭做好了。看看这菜，安鱼的手艺可真好。多久没吃到安鱼做的菜了？今晚得喝2杯。安鱼，别忙活了，赶紧坐下吃饭吧。叔叔阿姨，你们先吃，锅里还煮着青菜汤。那个谁，你去厨房里盯着。好。陈阳不敢迟疑，赶紧起身。安鱼，你多吃点，姑娘家白白胖胖的好看。谢谢阿姨。林安鱼笑了一下。这时陈阳端着汤走了进来。家里没猪肉了，你明天去买点回来，给安鱼补补身子。好的。陈阳赶紧答应。林安鱼脸上青鱼之色越发明显。妈，安鱼是不是马上就能当老师了？当老师？安鱼，你要当老师了？你不会跟刘喜那小子？提到刘喜，刘淑芳脑袋嗡嗡的。我和刘喜之间毫无瓜葛，我确实申请过当老师，不过这件事还没有办好。说完，林安鱼深深看了眼陈阳。陈阳正低头盘算明天去找张主任打听一下这件事，再把那个何首乌卖了。安鱼，有志者事竟成，你一定能成功的。就是，别管那个刘喜，阿姨也相信你一定能当上老师的。老爸和老妈还有陈阳都不知道，林安鱼今天亲手推掉了成为教师的机会。第二天，陈阳来到了荣德堂，将何首乌拿出来放在了柜台上。这，李明玉瞳孔猛然一震。李老板，您帮我看看能卖多少钱？李明玉没答话，一双眼珠子直勾勾盯着。你这小子也不知轻重，就这么明晃晃的拿出来了。陈阳瞧他这模样，都担心他一头扎进何首乌里。你怎么得到这株何首乌的？山上挖的。这何首乌起码有200年，还是野生的，真稀奇。李老板，您觉得能卖多少钱？我知道你想卖了这何首乌，但可惜这何首乌我买不起啊。您都收不起啊？你找过老岳没？陈阳猛地想起老岳上次提过北方大药房的事。对啊，既然北方的大药房收虎骨，搞不好也能收何首乌。陈阳直奔老岳的诊所。小伙子，你要的书我买到了，我让人给你拿来。上次在新华书店，陈阳没买到数理化自学丛书，只好请老岳盯着，但没想到这么快就买着了。谢谢你啊，老先生。举手之劳而已，这次有好东西要卖给我吗？我还真有个好东西要给你看呢。陈阳将何首乌从背篓里拿出来，老岳的表情和李明玉差不多，吃惊地看了半天。陈阳描述了一遍刚刚他和老李的对话，并希望老岳找找门路。这样，你把何首乌放我这儿，我联系北边的大药房，他们肯定能收。那就多谢您了。等卖出去之后，我算你一笔抽成。哈哈哈，大可不必，这就是举手之劳。我可以给你透个底，市面上的何首乌根据品质不同，价格也起伏不定，一斤几块到几百块不等。那您觉得我这个何首乌？这个何首乌少说有个10来斤重，绝不会低于4位数。他表示，这么贵重的何首乌放他这里，他得给陈阳做抵押，这样心里才踏实。老先生，不用抵押了，东西放在您这里，我信得过。老岳被陈阳的话感动到了。你放心，我一定替你卖个好价钱。陈阳眼见时间不早，于是告辞了老岳。本来陈阳打算去医院看望一下张主任，但发现要赶不上回家的车了，只好先回去了。回到牛家湾，正好遇到了民兵队长陈卫国。陈阳，我泡了点辣白菜，你拿一些去。谢谢您，陈队长，我这无功不受禄啊。一点白菜而已，别客气，我晚点就送来。陈卫国说完就离开了。到家时就听到厨房里传来了动静，凑过去一看，林安鱼又在做饭。糟了，忘买猪肉了。林安鱼看到陈阳一脸懊恼的样子，顿时露出古怪的表情。陈阳见状，趁机取出带回来的书。安鱼，我把书给你带回来了，你看看是你要的那本吗？林安鱼看着陈阳手里的书，神色微微一滞。谢谢，当我放外面吧。行。林安鱼一声谢谢，已经超出了陈阳的预期。他将书放好，就听到急促的狗叫声。陈阳走到院子，叶儿黄已经跑到了跟前。只见叶儿黄沾满泥土，身上还有一道伤口。这是怎么弄的？陈阳顿感不妙。叶儿黄对着陈阳猛晃脑袋。出什么事了？听到动静的林安鱼也走了出来。当看到叶儿黄狼狈的模样，林安鱼吓了一跳，想走进叶儿黄，但叶儿黄不像往常一样亲近，躲开一段距离，不断焦急地晃头，似乎在示意陈阳跟着他。叶儿黄怎么了？应该老皮家出事了。林安鱼正要开口说什么，陈阳，酸白菜给你送来了。陈卫国看到陈阳一脸心神不宁的样子，顿时察觉不对劲。发生什么事了？老皮家应该是在山上出事了，我得上山。你等我一下，我回去取家伙，和你一起去。陈队长，你……哎呀，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有什么事就要互相帮忙。叶儿黄在前面带路，陈阳和陈卫国紧随其后。他们来到了一片林子，叶儿黄忽然放缓了脚步。陈队长，小心一些，可能会有狗豹子。说话间，陈阳抽出捕苗刀，陈卫国拿出枪。这片林子太深了，咱们现在跑到哪里了？不知道。他唯一能确定的是，在叶儿黄的带领下，他们失去了方向。陈阳，咱们上山跑了几个小时，得缓口气，不然就算找到老皮家，也没力气救人。这深山老林跑起来十分折腾人，哪怕是当过兵的陈卫国都有些吃不消。两人坐着歇了一会，叶儿黄绕在陈阳脚边躁动不已。叶儿黄，别急，我们会把老皮家救出来的。陈阳，我们跑了3个多小时，按照推算，起码在牛心山上跑了6公里。有这么远？这是他第一次深入牛心山，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可能会遭遇到平时难以碰到的猛兽。休息的差不多了，
咱们继续出发吧。好。二人又走了2公里，发现前面出现了一个山洞。叶儿皇跑到洞口前，转头汪汪大叫。走进洞口，叶儿皇忽然狂吠一声，就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借着月光，赫然看清是一条狗，一动不动，身上有着好几道伤口，像是被什么野兽撕咬过。这条狗哪来的？看起来不像野狗啊。是老皮家的猎狗。陈阳的脸色很不好看。二人赶紧钻入了洞中，走了10多分钟，两人发现歪歪绕绕的，不知通往哪里。陈阳，老皮家怎么跑到这里面了？陈阳他知道老皮家上山是为了寻找那些狗豹子的尸体，可狗豹子的尸体又不在洞中，可能是为了躲避什么危险，所以才进入了这洞中。一路走来，除了洞口那条死去的猎犬，始终没有发现老皮家的踪迹。陈卫国突然停下来。陈阳，说句难听的，你说这条半大的小狗会不会给我们带错了路？应该不会，叶儿皇的聪明机灵是极为罕见的。但现在这个情况，陈阳也没办法替叶儿皇辩驳，因为他也开始怀疑老皮家不在这洞中。他蹲下身摸了摸叶儿皇的脑袋，又仔细看着叶儿皇那双明亮的眼珠子。叶儿皇，老皮家真的在这个洞里面吗？陈阳指了指洞穴的深处，而回应他的是叶儿皇一声干脆利落的犬吠。陈阳和陈卫国对视了一眼。怎么说？我们是继续走还是掉头？你说了算。陈阳还是决定相信叶儿皇。老皮家现在情况不明，万一他真在这洞里呢？我打算继续深入。行，那我们就继续走。当陈阳和陈卫国走到这段路的尽头时，注意到有一个黑影躺在地上。陈队长，你看。陈卫国立刻将手电光打了过去，照在那个黑影上是一条土黄色的狗。叶儿皇嗖的一下冲了过去，围在那条土狗旁边。看到这一幕，陈阳竟然微微松了一口气。这是老皮家的猎狗，既然这个洞穴出现了2条老皮家的猎狗，那就说明老皮家极有可能真的在这个洞穴中。但这条猎狗也死了，而且死状和在洞口发现的那条大差不差，身上也有多处被撕咬、被利爪划破，从而导致皮肉翻开的伤口。妈的！陈阳有些肉疼起来。老皮家一大把年纪，好不容易训练出来的猎狗，竟然凭遭到毒手。这是什么动物干的？陈卫国也是十分诧异，蹲下来凑到猎狗的伤口上，想瞧个仔细。不知道。陈阳思绪回到10多天前，自己一个人被困在山上，遭遇了几头野狼的那个夜晚。当时要不是老皮家和他的猎犬及时出现，陈阳都不敢保证自己能不能仅凭一把破镰刀，在几头野狼的包围中活下来。陈队长，小心一些，这个洞里面可能有某种比狼还厉害的野兽。比狼厉害？你怎么推断出来的？很简单，一般的野兽是不敢攻击猎犬的，尤其是有好几只猎犬的情况下，就连狼见了都不贸然攻击。难道这洞中有老虎？陈阳看着地上猎犬尸体的伤口，思考片刻。不像是老虎和熊那种大型猛兽弄出的，要知道被老虎和熊咬一口，骨头都会成渣子。这些伤口虽然深，但没有伤及猎狗的骨骼，所以袭击猎狗的野兽体型应该不大。其实陈阳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是狗豹子，因为狗豹子擅长咬碎猎物的后脑勺，但却没有发现猎狗的脑袋有任何被啃咬过的痕迹。陈队长，那野兽袭击了猎狗，我们在附近找找，看它往哪里跑了。娘的，这畜生该不会去追老皮家了吧？二人发现在边上还躺着另外一个模样奇怪，像猫又像豹子的野兽，死了。应该是老皮家的猎犬们和这头野兽搏斗，最终杀死了这头猎犬。这么说来，危机解除了。陈卫国蹲了下来，仔细地打量着那头野兽。如果危机解除，那老皮家为什么还要带着剩下的猎犬跑呢？我一直有个疑问，我们一路追过来，为什么没看到老皮家的脚印？而且猎犬的脚印也是神出鬼没的。这很简单，老皮家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要躲避野兽就不会轻易留下痕迹。原来如此。陈卫国听到陈阳的解释，顿时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那你有没有看出这是什么动物？我看着像是山猫。陈阳一直没有仔细看过那头野兽，他发现这头野兽时，注意力首先放在了四周，除了摸清这里发生了什么外，也在提防周围是否有危险。因此，当听到陈卫国的问题后，陈阳这才仔细观察起了这头野兽。这不像是山猫？不是吗？我怎么觉得是山猫？你看，它的脑袋又像猫又像豹子。这头野兽的确很像山猫，但没有山猫标志性的耳朵，我觉得应该不是山猫。嗨，你别说，我也觉得哪里挺怪的。你一说我就明白了，那这玩意儿不是山猫，又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他上辈子在国外最好的猎场打过各种各样的猎物，又钻研过各类野兽，可以说陈阳自己都是行走的野兽百科全书。但他看到这头野兽后，硬是叫不出名字。我的确没见过这种动物，看它这么像山猫，或许是山猫的变异个体也说不定。变异？山猫还能变异？任何动物都有可能变异，在不同的环境下，生物个体在经历几代以后，都会发生一些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产生的身体和技能变化。变异最夸张的就是野猪，一头家养的家猪放在野外独立生存几个月，身上就能长出厚厚的鬃毛，半年以后开始长出獠牙。陈阳把这个例子也告诉了陈卫国。陈阳，你哪知道这么多东西的？陈卫国以为陈阳从一个混子变成打狼英雄，已经足够让人刮目相看的，但没想到他还懂得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知识。陈阳意识到事情可能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只有找到老皮家，才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陈队长，咱们接着走吧。行，你小子靠谱，我听你的。走了大概10多分钟，望着前方的黑暗，叶儿皇突然大叫起来，他叫声响得急促，似乎在提醒什么。叶儿皇怎么了？陈阳停下脚步，将火把用力扔了过去，在火光的尽头
有几个黑影一闪而过，那消失的黑影让陈阳和陈卫国警惕心大作。你看清是什么东西吗？没有。陈阳反手抽出古苗刀护在身前，陈卫国拉动枪栓瞄向前方的黑暗，并没有什么东西冲出来。过了一会儿，叶儿黄转头轻吠了一声：“怎么了？危险解除了，不知道是什么，但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怎么办？没办法，我只能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得小心一些。”两人继续前进，只跑了几十米，叶儿黄叼着一个东西跑了回来。陈阳赶紧从叶儿黄的嘴里掏出那个东西，是一块衣服上的布条。这该不会是老皮家的吧？他发现这块布条的边缘平整规则，明显是用利器割掉的。这应该是老皮家留给咱们的线索。看样子老皮家应该是希望叶儿黄能嗅到他的气味。没错，老皮家应该就在这个洞里。前方的黑暗中忽然闪过几个黑影，拦住了陈阳等人的去路。陈队长，咱们总算是找到正主了。明白。陈卫国将枪取下，咔嚓一声上了膛。那几只拦路的山猫似乎有些顾忌陈阳和陈卫国，没有贸然发动袭击，其中2只似乎受了伤，大腿处血迹斑斑。看样子有可能是老皮家弄的。陈队长，开枪！陈卫国二话不说，直接扣动扳机。几乎在陈卫国开枪的瞬间，其余的山猫立马扑了过来。那山猫扑来得快，陈卫国来不及拉枪栓，就直接被那只山猫扑倒。陈阳一刀砍掉了山猫的脑袋。这时，2只后腿有伤的也朝陈阳扑来，古苗刀的刀锋在空中滑动2下，轻松将那2只山猫的脖子砍断。陈阳这小子可真是霸道狠厉啊！4只山猫有3只被陈阳砍死。叶儿黄出来了。陈阳这才看到叶儿黄在旁边的岩壁上，半边身子卡在岩石中。叶儿黄叫唤了一声，陈阳走近才发现岩壁上有一条裂缝，构造很巧妙，藏在岩石的阴影中，不凑近了根本看不出来。陈阳心里一激灵，心想难道老皮家躲在了这里面？他正想跟着爬进裂缝，突然响起一阵哇哇的哭声。他娘的，这洞里怎么有婴儿在哭？2人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疑惑和惊讶。陈卫国胆子很大，当即就决定弄个清楚，壮着胆子朝山洞深处走了10多米，也不知看到了什么。陈卫国身体突然一震，整个人如遭雷击一般呆在了当场。怎么了？陈阳见陈卫国不对劲，正要走过去查看情况，陈卫国却突然转身，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事物一样，飞快朝陈阳这边跑来。陈队长，你怎么了？哈！陈阳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能把一个胆子大的退伍老兵吓成了这样。陈卫国拉着陈阳一路乱跑了10多分钟，这才累得停了下来，开始剧烈的喘着粗气。这他娘的！陈阳询问陈卫国刚刚看到了什么，为什么跑得这么慌张？这一问，陈卫国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他像是回忆到了什么恐怖的事物，瞪大了眼珠子。说出来你肯定不信，我刚刚看到一只山猫站起来冲我招手，那只山猫的肚皮上挂着一颗人的脑袋。陈阳眉毛都拧成了一股绳，他不太相信陈卫国的话，毕竟陈卫国的描述完全超脱了现实。陈队长，你肯定是眼花了。你真觉得是我眼花了？陈阳正要开口，叶儿黄忽然叫唤了一声，一只大狗出现在了叶儿黄面前。那只大狗走到了陈阳面前。这该不会是老皮家的狗吧？是的，走，带我们去找你家主人。2人在叶儿黄和那条大狗的带领下，走着走着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陈阳看到老皮家的瞬间，顿时整个人都精神了。老爷子，老皮家小腿上遍布着血痕。哎呦，我的好狗子，好样的，你没辜负我，把人给我带来喽。陈阳看了看四周，除了那条灰毛大狗以外，并没有看到其他猎犬。老爷子，你的脚怎么了？哦，没什么事，人老不中用了，刚刚滑了一跤，擦破了点皮。您上山以后不是去找狗豹子的尸体了吗？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嘿，说来有些话长喽。大爷，要不是你的狗机灵，把我们带到了这里，要不然可不好找到你呢。老皮家看了眼陈卫国脚上的伤，被外面那些野猫子咬的。野猫子？啥野猫子？我们在外面遇到了山猫，我是被山猫咬的。外面咬你的那些畜生，只是长得像山猫，但不是山猫，而是野猫子。不会吧？它们明明长得跟山猫差不多，怎么还换了个叫法？山猫是山猫，野猫子是野猫子，这是完全不同的2种畜生。老皮家对陈卫国说完以后，就看向了陈阳。你小子不会也把外面的那些畜生认成了山猫了吧？我看他们的耳朵不像山猫，没多想其他的，只以为是变异的山猫。主要是我不知道有野猫子这种玩意儿。你不知道也不奇怪，野猫子在咱们牛星山上是比较稀罕的。这玩意儿虽然长得像山猫，但比山猫凶残得多，几只野猫子加起来，连老虎都怕。陈阳想到刚刚的情景，发现那几只山猫简直是暴力异常。老爷子，那野猫子确实很凶。陈阳讲了一遍2人的经过，老皮家听后一点也不意外。野猫子就是这样，不仅凶残，而且还不容易死透，不然我这回上山也不会摔那么大个跟头。老皮家告诉陈阳，他带上来的猎狗全都死了，只剩下这只灰土了。老爷子，不瞒你说，我和陈队长刚弄死4只野猫子，可惜没顾上把尸体带过来。别听陈阳瞎吹，那3只野猫子都是他一个人干掉的，他还救了我一命呢。他想不通，以老皮家的本事，咋会弄得这么狼狈？其实野猫子倒不难对付，难就难在我这次碰上了野猫子屠宰，差点栽在这牛星山上。野猫子屠宰，我只听过动物下宰，
这屠宰是啥意思？你小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皮家讲了个民国时期发生在牛角山的旧事。有个叫宏图的人，就遇见过野猫子屠宰，他患了严重的头痛病，常年求医问药都治不好。后来在牛星山上碰上一只成了精的母野猫子，那肚皮上鼓着的肉瘤，正是母野猫子屠的宰。老皮家说到这儿忽然打住，陈卫国正听得入神。那宏图后来咋样了？是不是被野猫子吃了？那倒没有，后来宏图平安下了山，也不知用了啥法子弄死了那几只野猫子。当时母野猫子肚子上的肉瘤掉进大锅里，沸水一煮，竟散出奇香。宏图也不嫌恶心，把那肉瘤吃了个精光。自那以后就再没头疼过。陈阳听得眉头直皱，老爷子，这说法也太玄乎了吧？你不信也正常。解放前我见过那宏图，60多岁的老头，头发乌黑油亮，大冬天早上就穿件短褂在村口打太极。有些事你没亲眼见，根本不信是真的。陈阳低下头琢磨着这故事的门道。难道我刚才看见的野猫子肚皮上挂着的不是人头，是颗肉珍珠？难怪我说人脑袋咋会长那么大的嘴。你看见那野猫子了？可不是嘛，我亲眼见它跟人一样站起来。娘的，那景象邪乎得很，把我吓得不轻。野猫子浑身是宝，皮毛肉骨头都能做药材，弄到手准能卖好价钱。老皮家这话陈阳倒是认同。咋，你小子想对付那野猫子？老皮家看陈阳一脸跃跃欲试，立马猜到他的心思。老爷子，你给参谋参谋呗，要是弄到那肉珍珠，指不定你的老寒腿、夜盲症啥的都能好利索。难得你小子惦记，但那野猫子虽说没成精，可鬼精得很。老皮家的脸色凝重起来。老皮家告诉陈阳，屠宰的野猫子很狡猾，专会驱使别的野猫子当炮灰。他那几条好狗就是这么没的。再狡猾也是畜生，能厉害过子大吗？陈卫国的火气上来了。老皮家见两人都下定了决心。好，既然你们有这胆量，我倒有个法子。老皮家掏出个布袋，从包里抽出根绳子，看不出啥材质。这绳子跟你先前给我的狐狸套子挺像，难不成又是啥好宝贝？这玩意儿叫四皮，是从一种犀牛身上抽的筋做的。那种犀牛早就绝种了，被它缠住，就算是头大象也得被撂倒。听老皮家把手里的皮筋说得这么邪乎，陈卫国当场就来了劲儿。老皮家两手各捏一头，使劲扯直了，让陈卫国用刀砍。这可是你的宝贝疙瘩，砍坏了可别找我麻烦啊！少废话，让你砍就砍，使劲儿砍。起！陈卫国胳膊一抬，猛地落下。陈卫国这一刀使足了劲儿，看得旁边的陈阳都捏了把汗。只见四皮完好无损，锋利的刀口连道白印都没留下。陈卫国眼睛瞪得溜圆，一脸不敢信。咋样？果然是好东西。陈卫国又惊又服，自己劈得这么狠，都没伤着四皮分毫，顿时没了脾气。陈阳也来了兴致，再来一次，我用骨苗刀试试。老皮家见状，别，老爷子咋不让我砍啊？你砍个屁！老皮家盯着骨苗刀，嘴角抽了抽。这四皮的韧劲，着实让陈阳和陈卫国开了眼。接下来咱咋用这皮筋对付那只母野猫子？待会儿我把四皮挂在洞口外，野猫子屠宰爱直立着走，我就把它挂高点，等那畜生钻出来，正好能立住它脖子。把皮绳挂在那，万一那野猫子不来咋办？所以咱得引那畜生进来。这时老皮家突然叹了口气，先前我也试过引那野猫子屠宰进陷阱，结果白白搭进去几条好狗，那畜生贼得很，爱让别的野猫子先趟雷。老皮家看向了灰土，大爷，我看还是我去当诱饵吧。你也试过，用猎狗当诱饵肯定是引不过来的，不如我来试试。老皮家闻言沉默着不说话。当诱饵的猴，还得我这种当过兵的上。陈阳瞥了眼陈卫国受伤的脚，你这腿脚还是别去了，到时候你瞄准点就行。陈卫国见劝不动陈阳，便把目光投向老皮家，结果老皮家看也没看陈卫国一眼，转身去翻自己的兽皮包里。要不是我腿脚不利落，这趟雷我这把老骨头就替你们上了，拿去。待会儿那野猫子屠宰要是追上了你，你就扔块肉出去，拖延它的速度。陈阳接过这几块巴掌大的肉，你小子是我看中的，一定要完好无损的回来。大爷，你就放心吧。陈阳便要准备走出去，等下。陈卫国将手电筒递了过来，二人刚刚进洞的时候怕没电，后面只用了火把。这个手电筒也带上吧，不过这电池快没电了。好，电量应该够用。陈阳回到之前遭遇野猫子屠宰的那个山洞，没多久，陈阳就发现了不对劲，先前被弄死的4只野猫子尸体竟然少了2只，难道是被其他野猫子拖走了？见状，陈阳果断拎起刀朝洞穴深处走去。经过拐角的时候，陈阳停了下来。之前陈卫国就是在这里见到了那野猫子，陈阳却并没有看到那只野猫子。这一段洞穴空荡荡的，他隐约听到前方的黑暗中传来咀嚼声。陈阳握紧了骨苗刀，往前又走了几步，果然有几只野猫子，而他们啃食那2只野猫子的尸体。有野猫子抬头看向了陈阳，似乎是在警告。陈阳挥刀就朝那只野猫子砍去，陈阳无法逃掷，不断挥动刀劈砍靠近的野猫子。很快只剩下最后一只野猫子，扭头跳入黑暗中，不见了踪影。陈阳刚要追上去，就听见前面传来一声冷笑，黑暗中突然出现几个身影，旁边几只体型正常，中间一只人立而起，
肚子上挂着一个圆鼓鼓的东西。想必这就是当时陈卫国看到的，误以为是人头的东西。随着野猫子屠宰的咆哮，他身旁的几只野猫子嗷的一声朝陈阳扑过来。陈阳倒是不惧这几只野猫子，唯独留了个心眼，在对付那几只野猫子的同时，警惕这只野猫子屠宰。古苗刀挥舞间，那几只野猫子相继倒地。整个过程，那只野猫子屠宰仍旧像人一样站立，始终盯着陈阳，两只眼珠子泛着渗人的光芒，似乎在盘算如何对付陈阳。陈阳心想，自己若是示弱，那野猫子屠宰能否上当？和野猫子屠宰僵持片刻之后，陈阳忽然装作痛苦样子，后退了几步。可就算如此，那只野猫子屠宰还是原地不动，直勾勾盯着陈阳。陈阳心一横，整个人直挺挺往地上栽倒，看起来就像是受了重伤，想爬起来逃走一样。那只野猫子屠宰果然有些信以为真，警惕地往前走了一步。陈阳见有效果，更加卖力往洞外方向爬。但爬动几米之后，那只野猫子屠宰仅仅才走出第二步。爬过拐角时，那只野猫子屠宰终于停在了陈阳身后2米处。他忽然觉得这只野猫子太反常了，好像看穿了自己的把戏。陈阳心中一沉，那只野猫子的身影隐没在了黑暗中。他居然后退了。陈阳来不及细想，速度爬起，眼下只有先回去。忽然，身后传来了一声沉沉的低吼，是野猫子屠宰，声音离得很近。陈阳不顾一切往陷阱处跑去。他来了。下一秒，一个黑影从岩壁缝隙中冲了出来，然后狠狠撞在了出口的4匹陷阱上。可众人随即发现，被4匹网住的只是一只普通的野猫子。妈的，是个汤雷的！老皮家看到4匹网住的是一只普通野猫子后，面色骤然一变。不好，快弄死他！老皮家话音未落，周围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群嚎声，一大群野猫子蜂拥着冲了过来。陈卫国果断后动扳机，一只野猫子应声倒地，很快子弹倾泻一空。陈阳，掩护我换子弹！陈卫国大喊一声，开始重新装弹匣。陈阳与野猫子搏斗，但奈何太多，还是有一只野猫子跳到了陈卫国面前。老皮家朝那只野猫子砍了过去。虽然老皮家已经年过70，可挥刀的动作一气呵成，刀法犀利。娘的，那畜生怕是早就藏了一手，竟然带了这么多野猫子来。陈卫国已经打空了2个弹匣，老皮家到底上了年纪，砍翻几只野猫子后便累得大口喘气。一只野猫子从后面扑来，他反应不及，直接被扑倒在地。好在陈卫国就在旁边，救下了老皮家。老皮家，你没事吧？没事。话没说完，忽然听到狗叫声，结果瞬间吸引了7、8只野猫子，狂追灰土和叶儿黄。老皮家见状，提起开山刀就追了上去。等陈阳挥舞古苗刀，杀出一条血路，冲到陈卫国面前时，更多的野猫子已经将2人团团包围。陈阳一看这情景，顿时心凉了半截。娘的，那畜生玩意儿，该不会把全家都招呼过来了吧？陈阳也没想到，这山洞中居然有这么多野猫子。一个直立的诡异身影看向陈阳和陈卫国，眼珠子闪动着渗人的光芒。这一幕看得陈阳和陈卫国咬牙切齿，陈卫国的额头上冒出的汗珠如豆子一般刷刷滚落。没子弹了，带上来的子弹全部都打光了。去追老皮家，你先走，我断后。陈阳准备留下来和这群野猫子拼了。我来断后，你走。陈卫国摸出一个手雷，二话不说扯下引线。这颗手榴弹足以杀伤周围的野猫子。再看他那架势，似乎没有扔出手榴弹的想法。眼看情况不妙，陈阳都来不及呼，一个箭步抢过那颗手榴弹，看也不看，用力往外甩出，轰的一声，瞬间撕碎了周围10多只野猫子。庆幸的是，陈阳和陈卫国趴在地上，规避了大量爆炸的冲击。陈卫国被陈阳压在身下，所受冲击最小，缓过来之后，转身推了一下陈阳。陈阳顶着嗡嗡耳鸣，艰难地朝周围看去，并没有看到那只野猫子屠宰的身影。陈阳，你咋样了？没事，现在周围的野猫子基本死伤完了，那只野猫子屠宰却不见了踪迹，不知是死是活。这让陈阳没办法松懈下来，他顾不上歇一口气。陈队长，我们得去找老皮家了。老皮家为了救他的狗，往东边跑去了。陈阳打算找到老皮家后，直接离开洞穴下山回家，等以后做好了准备，再回来对付那只野猫子屠宰。他娘的，要对付那只屠宰的野猫子，一定要叫上老子，老子这一身伤不能白挨，必须还给那只畜生。你下次别引爆手榴弹了。想到刚刚的爆炸，陈阳就心有余悸。虽说多亏了那颗手榴弹才解决掉那么多的野猫子，但在狭窄的洞穴中扔手榴弹的风险实在太高，这玩意儿稍不注意就容易波及到自己人。我就想着当时跑不掉了，干脆拉响手榴弹，好光容易吧。只能说当过兵的人容易把生死置之度外。陈阳也不好再说什么，大概走了10多分钟，前方出现了一块岩石，岩石下坐着一个人影。是不是老皮家？陈阳顿时心中一紧，也顾不上说话，快步走了过去。借着火光一照，发现正是老皮家。老皮家背靠岩石，一动不动坐着，头微微垂下，仿佛睡着了一样。他手中握着陈卫国的开山刀，刀身上全是血渍，而在周围好几只野猫子倒在血泊中。但老皮家的胸口处、大腿上也有着好几道被野猫子抓出的伤口。这一幕看得陈阳揪心不已。老爷子，老爷子！二人喊了几声，老皮家都没有反应。陈阳，老皮家该不会……他看到老皮家的模样后，直接愣住了。不知道。这时，
身后响起一声犬吠。老皮家到底是爱狗啊，为了保护它们，结果……陈阳一听，感觉喉咙像卡了刺一样疼，瞬间回想起重生以来老皮家对自己点点滴滴的帮助。陈阳，咱们把老皮家抬下山吧。这时，老皮家忽然抖了下，缓缓抬起了头。老皮家，你没死啊？老头子，我还没那么容易死，就是被这些畜生挠了一下，打了个盹。你吓死我们了！陈卫国打量老皮家身上一道道渗血的爪痕，心说这岂只是挠了一下，再深几分就见着骨头了。都一大把年纪了，下回别这么逞英雄了，危险的事留给这些年轻人。老爷子，你这伤口耽搁不得，咱们得尽快下山。老皮家整张脸乌青乌青的，没什么精气神。那只野猫子屠宰呢？跑了。老爷子，我们先下山吧。老皮家站起来，微微眯眼。那肉珍珠可是难得一见的宝贝，不说能起死回生，起码能续命延年。你舍得放弃？陈阳当然舍不得放弃。大爷，我没说放弃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得赶紧下山养好了伤，到时候带上足够的家伙，再来收拾掉这只野猫子屠宰。算你小子聪明。那野猫子屠宰十分邪性，咱们这次能活下来，是受了山神爷保佑，可不能违背了山神爷的意愿。三人往洞穴的另一头走去，走了2个多小时，终于走了出来。众人坐下休息了一会。大爷，缓过来没？差不多了。考虑到路不好走，陈阳决定亲自打头阵。陈队长，你殿后，老爷子，你走中间，我和陈队长照应着你。行了，快走吧，别等会儿那野猫子屠宰追出来了。这话听得陈阳莫名心悸了一下。老皮家，你说野猫子屠宰身上的那什么肉珍珠，能不能跟火烧风的药材一样可以疗伤？应该可以的，那玩意儿都能驱除百病。哎呦，还真是个宝贝啊！这山里面越是邪性的野物，越容易出宝贝。赶紧走吧。听老皮家这么说，陈阳不敢再耽搁，默不作声走在了前面，还时不时3步1回头，留意跟在后面的老皮家。他娘的，这道路快要了我半条命！我说这牛心山真不是一般人能上的。下次还敢来吗？来，咋个不来？我就遗憾当兵的时候没有上过战场，现在才在牛心山上找到出生入死的感觉，这种感觉我只能说巴适。叶儿黄和灰土跑得快，陈阳都快看不清2条狗的影子了。忽然就听到前面传来嘹亮的犬吠声，听起来是灰土的叫声。不对劲！老皮家脸色一变。灰土这样叫，一般代表什么情况？老皮家脸色如死灰一样难看。他在提醒我们快跑。陈阳意识到有危险，二话不说带头就跑。他们个个身上都有伤，跑起来的速度比走路快不了多少。快，莫停下，多半是野猫子屠宰撵过来了。听到叶儿黄尖锐急促的叫声，陈阳明白不可能有错了，这是危险的警告声。在上面。正当陈阳疑惑时，突然听到陈卫国大喊了一声，他赶紧抬头，赫然看到头顶落下一个黑影，向老皮家撞去，直接将老皮家撞翻在地。妈的，阴魂不散！野猫子似乎也受了伤，见偷袭不成，便想要先撤退。这时，旁边的陈卫国怒发冲冠，直接扑向野猫子屠宰，双臂死死抱住，不让其逃跑。陈阳拔刀就砍了过去，陈卫国怕其再装死，于是举起开山刀疯狂补刀。去看看老爷子。陈阳眼神看向老皮家倒下方向，二人转身来到老皮家身边，查看老皮家的伤势。老皮家，老皮家！陈卫国喊了几声，也不见老皮家有所反应，只看到老皮家躺在地上的一动不动，口中有鲜血不断流出。陈卫国心中暗叫不好，野猫子从7、8米高的地方冲了下来，猜测老皮家恐怕断了肋骨，也伤到了内脏，而且伤得不轻。陈阳，老皮家是不是快不行了？陈阳内心焦急，去砍些树枝来，要长一点，做担架。好。陈卫国左右四看，看到不远处有片灌木林，于是提起开山刀，走入了那片林子。山风吹拂而来，吹动林中树枝晃动，也吹来一股凉意。